这不是地球，而是我的世界。我被选中成为了这个世界的神，但我可能会被抹杀，因为像我这样的神还有27个，所以我需要获得那个世界的生灵认可，并产生信仰。只有信仰的人数越多，我才能在这场神选竞争中获胜，否则等待我的结局只有死亡。男人名叫星云，是一款名为《失落的世界》的顶级玩家。在游戏中，他发展科技，一举击败了排名第2的玩家霸权，成为第一个完成所有成就的玩家。就在他感叹游戏无聊时，一封神秘的邮件突然出现在屏幕上：恭喜你完成了所有成就，所以测试服游戏结束。《失落的世界》现在计划正式发布，玩家星云可以在正式服务前享受游戏。你是否要进入游戏？看着眼前的邀请，星云没有犹豫，果断点击确定键。可等他再次睁开双眼，却发现来到了一个废墟的广场，这让他非常疑惑，难道是在做梦吗？与此同时，一道声音打断了他。随后，一个神秘的女人出现在面前，她对星云的所有信息了如指掌。看着一脸顾虑的星云，神秘人示意他不用紧张，因为不止他一个人来到这里。伴随着他缓缓抬起双手，一颗蔚蓝色的星球漂浮在空中。难道是地球吗？但很快星云就否定了自己的看法，因为他看过很多次那个大陆的景色，那款游戏《失落的大陆》，而在场的众人皆有可能成为一名真正的神。失落的世界并不是只存在于游戏中的世界，这片土地因为过去的一件事被众神遗弃了。在那个星球上，曾经灿烂的文明繁盛，不同的种族和睦相处。现在他们是时候迎接新神了。失落的大陆创建的目的，就是为那颗行星寻找合适的新候选者，而它本质上就像游戏中的一样，只要通过努力让原住民产生信仰，你就能成为这个星球上唯一的神。闻此，星云感到不可思议。如果我选择放弃呢？神秘人也做出了解释，如果你现在放弃，你将会回到你的日常生活，并且你失去对这个地方的记忆。一旦加入游戏就不可以退出，而游戏的结局只有2个：消失或成为那个世界的神。解释完规则后，神秘人示意他们有1刻钟的时间考虑。很快人数就剩下27个，星云也猜到了他们是按游戏的最大人数邀请候选人。随后神秘人拿出了一份奇怪的卡牌，这就跟失落的世界一样，选择一个小区域开始你的游戏。而星云作为排行榜的第1位，是第一个选择卡牌的人。在拿到卡牌的同时，他也被传送到游戏的初始地，可他却是非常郁闷，没想到作为第一个抽卡的人运气会这么背。原来他抽到了胜率最低的一小块昆虫区域，并且只能控制昆虫一类的东西。说是不幸，但也是幸运的，因为这个位置处于大陆的东部偏远地区，这就意味着这里很少发生战争，让自己有足够的发育时间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一场吃昆虫的比赛将是一个很好的起跑线，比如那些蛙人。但让他困扰的是部落的数量，作为第一个部落很难发掘，因为500个蛙人的数量太多了，并且自己的信仰值只有10点，对这群吃饱喝足的蛙人没有任何影响，所以他必须要找新的对象。很快就发现了一些蜥蜴人，他们也吃昆虫，并且没有水也能在这里生存。经过星云的仔细观察，一个受重伤的年轻蜥蜴人吸引了他，这些是原始部落，想必他是在权力斗争中被赶下台的。他越是觉得被这个世界抛弃，越是想改变自己的命运。在这荒凉的地区，连水都是稀缺的，更别说食物。可就在这时，蜥蜴人却变得非常兴奋，因为他们发现了一只受伤的羚羊。年轻力壮的蜥蜴人第一时间冲了过去，而老弱病残的只能等他将肉都吃完，最后分到一小部分骨头。但一些蜥蜴人却认为不应该将食物分给快死亡的家伙。原来就在此前，他们遇到了剑齿虎克拉克拉，因为保护族群受到了很严重的伤害，对此族人认为不应该放弃他。画面一转来到晚上，此刻的蜥蜴人已经全部休息，可就在这时，克拉克拉却被一阵声音吵醒。当他看清，没想到是一只蝴蝶，这让他感到非常奇怪，好像有事在召唤他一样。克拉克拉随即就跟了上去，带他来到山顶，发现了这里有堆积成山的甲虫。他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切，难道这就是奇迹吗？在获得食物的恩赐后，星云也受到了蜥蜴人的信仰，因为这些甲虫是拯救他们的希望，而他也准备实行下一步计划。另一边的蜥蜴人部落已经承认了是神的指引，并将他称为无名甲虫神。在给部落获得这么多资源后，克拉克拉在族中的地位也有所提高。就在这时，他再次看到了蝴蝶的指引，但当其他人得知要前往的方向是寒冷的方向时，却开始犹豫了，并打算让克拉克拉换一个方向试试。可他觉得应该要按照蝴蝶的指引，因为这片荒野里什么都没有，与其毫无目的的寻找，倒不如选择跟随神明的指引。而星云则在背后默默地看着，他们现在还缺乏信仰，所以他也无法与他们进行干涉。如果他们相信我，他们将体验到一个从未想象过的未来。克拉克拉按照指引的方向，很快就发现了一片沙漠绿洲，他相信是无名甲虫神把他们带到圣域。与此同时，星云的神性等级得到了提升，小区域 bug 的级别也增加到了2级，并获得 bug 祝福的加持，这让克拉克拉的能力得到了加强。画面一转来到晚上，得到升级的星云可以进入他们梦境。星云需要借助克拉克拉帮他打造出自己的形象，随后一个牛骨头便出现在他的身上，这就是无名甲虫神的样子了。第二天他就宣布了昨天晚上梦到的事情，他们需要猎杀一头野牛做出甲虫神的样子，但族人似乎不同意他的做法，因为野牛群对他们来说太危险了。克拉克拉也肯定他的看法，所以他打算一个人去。闻此，族人皆是满脸的不可置信。他示意大家不用担心，因为他获得了神的祝福。
自己的伤势不仅痊愈，并且力量也得到了提升。伴随他投出标枪，几十米开外的大树被径直洞穿。就在这时，一群野牛群从山下经过，克拉克拉知道这是神明的指引，随即孤身一人冲向牛群，仅只是一枪便杀死了一只。见此，其他人纷纷上前帮忙。来到晚上，克拉已经用牛骨头做了一个神的形象，并对其进行祭祀，感谢无名甲虫神的馈赠。虽然这是一个草率笨拙的仪式，但他们都是发自内心的真诚，因为星云的信仰值得到了很大的提升，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原来就在此前，星云用野草将牛群引到山下，以便给他们提供资源。让他没想到的是，他们连小牛也吃了。在这个阶段，很难期望他们掌握与放牧有关的知识和技能。这个绿洲的人口支持度不是很高，最多也就几年。在目前的状态下，他们对农业或牧场一无所知，这段时间可能很难度过。单凭他们自己的力量去领悟某些知识，对他们来说还是太困难了，因为有规则的限制，又不能直接告诉他们。很快，星云就想到了一个办法，但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。画面一转，来到几天后，克拉晚上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他看到祭坛摇摇晃晃，好像是在告诉他们有大事情发生。就在他爬上祭坛时，发现远处有一支强大的部落朝他们赶来。这是最原始的部落冲突，而我则是要指引他们走向文明，因为我是他们信仰的神，只有获得他们的信仰，我才能在这场神选竞争活下来。在星云的指引下，克拉的部落得到了强化，皮肤的颜色从浅蓝色进化成了深色。克拉昨晚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祭坛发出了晃动，他认为是神明的指引。就在这时，他发现了远处有一支部落朝他们的方向赶来。从这些人的皮肤颜色推断，他们是克拉以前的族人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的首领似乎很强大，因为他骑着一条恐怖的地龙。看看这些人数，似乎整个部落都来了，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原有的家乡已经被他们啃食殆尽。克拉猜测他们可能是从这里经过，因为他们这个位置需要爬到山顶才能看清。但没想到他们巡逻的小队过于热情，提前暴露了位置，并警告他们不能从这里经过。首领也没想到会有意外的惊喜，看来这几个人有点不太聪明。克拉示意他不用紧张，这也可能是神明的安排。你是说他在考验我们吗？克拉给予了肯定。也许这不是一个测试，而是一个任务。我认为接受和拯救是我们的使命，毕竟他们和我们是一样的。就在这时，蝴蝶再次出现，这也是神的旨意吗？很难再想得更远了，但我会尽我所能传达你的意志。看着克拉做出的行动，他似乎明白了星云的意思。克拉的部落和蓝皮部落必须联合起来，为了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。让星云感到惊奇的是，在没有梦境的指引下，克拉独自做出了这个决定。难道是意志力强的原因吗？因为他的意志力已经达到了14点。星云感到非常欣慰。克拉如果成长为一个具有高度自我意志的领导者，就可以自主的发展文明，而不是让玩家单独控制一切。他也可以更有效的表达我的意图。面对巡逻队的警告，首领丝毫没有放在眼里，反而是想套出他们的领地有什么。克拉缓缓走来，并告诉他，有水资源和食物，还有一位神明，这里是无名甲虫神的领地。但首领听不懂他在说什么，随即示意他们赶紧离开这个领地，因为他们有很多的士兵。如果你是一个领导者，你应该知道怎么做。克拉无奈地摇了摇头，我不想和你发起战争。那些失去家园的穷人可以投入神明的怀抱，你们就会获得神明的眷顾。闻此，首领大声嘲笑起来，你才是那个不知道如何算计的人。克拉肯定了他的看法，但你不认识神明。下一瞬，地龙便朝他发起了进攻。看着眼前的庞然大物，克拉知道必须要获得神明的祝福。此刻他正在祈祷着神明能赐予他勇气还有力量。没想到地龙的力量竟如此强大，仅只是一击便让他的长毛断裂。首领随即桀地笑着，你可以去死了。星云在背后默默地看着。就在这时触发了任务，文明冲突，不同的部落开始接触，两个部落的经验值都显著增加。任务来的还真是千钧一发，你已达成任务条件，你关注的部落现在已经成为你的领地，并且获得了一个新的技能，你是否要使用它？星云果断按下确定键，下一瞬一道光芒从天而降落在克拉的身上，地龙的利爪也重重地朝他袭去。就在首领以为他已经被拍成肉饼时，却发现拍了个寂寞。获得祝福的克拉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力量。我不知道你是怎么避免的，但你我第二次。此刻的克拉没有感到一丝畏惧，他就算是没有神力加持，也能一个人解决首领。但问题是，他首先要解决这条地龙。地龙的力量只有87点，克拉的力量只有30点，但他获得了祝福技能是强化肉身。现在的地龙已经远远不是他的对手了，因为给他力量增强了一个地的神性。一个地等于普通力量最大功率的200倍。简单的说，现在克拉的力量达到了600多点。这种巨大的力量差异会让每个人都产生敬畏。仅只是一击便把地龙打败。他们知道，除了获得神明的祝福，没有人能做到。但首领似乎还不服气，捡起地上的短剑就朝克拉袭来。没想到他这么执迷不悟，克拉随即给了一个大嘴巴子，便晕死过去。下一个还有谁？见此，其他人纷纷放下兵器投降。就在这时，祝福的时间也到此结束。他也是不可置信地看着自己的身体，刚才就感觉神明在自己身上一样。看着克拉的表现，星云也是非常满意。画面一转，来到晚上，克拉正思考着该如何走接下来的路，因为新加入的人数是他们现在的6倍之多。他意识到这一片小小的绿洲承受不了这么多人口，所以他们必须要走出去，才能繁衍出更强大的文明。
从原始社会进步到农耕文明，它的标志是农业的兴起和农耕方式的采用，而制造业的发展给它插上了一双加速的翅膀。在经历了居无定所的漂泊生活之后，克拉克拉知道，如果没有恒定的资源补给，脚下这片绿洲坚持不了多久。为了文明能够更持续的发展，必须要走出去寻找新的发展道路。他也意识到了，在与另一个部落融合之后，给他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人才。第二天，他找到了懂得如何制造铁器的铁匠，并询问他制作兵器需要的条件以及材料。铁匠告诉他，如果不是因为首领的固执，他以前就可以做出更好的工具，因为在制作过程中需要大量的木头，烧木头来制造特殊的燃料。克拉克拉看着手中的短剑，若有所思。好的工具不仅可以更好的狩猎，还能提高部落的整体战力。我会考虑明天给你答复。在铁匠走后，又来了一个断臂西。原来他是听说了克拉克拉在找向导，所以他决定提供帮助。克拉克拉随即问了一个问题：你一定是在游荡？断臂笑了笑，便给予了肯定。这是一具在四处游荡的老身体，寻找一个能接受他的地方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学会了看清方向。闻此，克拉克拉感到非常好奇，是什么让他这么自信？断臂抬头看去，随即指着上面的天空。我的答案就在那里，不仅仅是天空。克拉克拉也猜到了是星星。断臂肯定了他的看法。虽然断臂也不知道星星是否真的在移动，但他却能根据它们辨别方向。如果你知道星盘的路径，你就不会轻易的失去道路。看着浩瀚无垠的星空，克拉克拉也感到非常不可思议。所以断臂打算教他如何辨别星空的位置。在断臂的认知里，星星是运动，它们会根据不同的季节变化而变化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一下子就到了大半夜。断臂表示明晚检查他今晚学习的知识。在他走后，看守地笼的侍卫找到了克拉克拉，并表示今天给他食物后，他变得温顺许多。原来就在此前，马农他对待任何人都是非常狂暴的，侍卫更是拿他没有任何办法。但在看到克拉克拉之后，他的情况就发生了变化。见到克拉克拉之后，地笼就瑟瑟发抖，那种来自内心的恐惧让他每一个动作都变得小心翼翼。他吃下了克拉克拉给予的食物，与此同时，克拉克拉示意让他以后安静一些。随后马农就变得乖巧了许多。他知道神明让马农活着一定是有意义的，只是他们现在还没发现。但侍卫找克拉克拉其实还有其他的事情，因为中午给马农喂食的时候，让他得到了一个启发。既然可以驯服地笼这么强大的生物，那么与他类似的想必也可以。克拉克拉让他发表自己的看法，随后他指了指山下的野牛群。另一边的星云也获得了任务的提示。克拉克拉的部落注意到野牛群，获得放牧技能。据说人类历史在某一时刻分裂成2个分支，一些人类负责农业，另一些负责畜牧。虽然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原始社会，但游戏里的发展方向都是一致的。各大文明的起源都处于大河流域，给农业提供了很大的便利。可星云选择的部落是蜥蜴人部落，他们拥有强悍的身体以及环境适应性强，他们更需要的是田园而不是农业。现在只需要加以引导，他们就能更快的发展文明。制造业的发展给他们的进程插上一双翅膀。得到了克拉克拉的支持，铁匠获得了炼制更强铁器的材料。在铁匠的努力下，他们终于可以生产基本的铁器了。目前它可能比经过精心加工的青铜器更柔软。对于克拉克拉以前的部落来说，他们只能使用石器，因为他们别无选择。但现在铁器将提供非常大的帮助。最让星云意想不到的是一个意外的收获——天文学。当然，它还太原始，不能称为天文学。想必占星术更适合它。但在遥远的未来，它开辟出一条改变世界的道路。克拉克拉看着漫天繁星的夜空，他也明白了断臂为什么说星星是天空的向导。虽然看起来变幻莫测，但他们却能明确地给未来指明方向。在获得了锋利的铁器之后，克拉克拉决定让所有人听听他的看法。神明把我们带到这片土地上已经很久了，甚至还让我们看到以前的族人。是神明让我们活下来了，但那些被赶出荒野的人，他们会死在荒野里。神明要的是拯救而不是排斥，我们能活下来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受益，因为这是神明的指示。所以我决定到黎明的时候，我们将离开这里，寻找更多的资源。随后克拉克拉示意断臂给其他人传授看星星运行的知识，以及他们将要前往的地方。断臂指着太阳升起的地方。黎明之后，当清晨的太阳升起，我们将前往太阳的右侧，连续走10天，然后沿着枯朽的湖泊再向右走15天，再沿着荒凉的山路和山谷小径走3天，最后我们会找到目的地，那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森林，那里有着更多的食物以及资源，我们的部落将会变得更加强大。一张胜率最低的虫族卡牌，我却要靠它成为神明，因为我知道虫族不仅拥有强大的体魄，其繁殖和环境适应力更是无人能敌。只要我加以引导，他们一定会成为最强的文明。就在今天，克拉克拉决定带领族人离开这片绿洲，按照星星的指引寻找一片新的家园。在独臂西指明了方向之后，克拉克拉便叫住了优尔，并询问他为什么没有把野牛吃掉。面对克拉克拉的询问，优尔也是非常疑惑，以为是他做错了什么。而优尔慌慌张张地解释道，当时并不是很饿，每个人都在努力捕捉野牛，然而你一个也没吃。此刻的优尔有点不知所措，因为当时我也没有想那么多，仅仅只是肚子没有感到饥饿。如果我不忍住，我不知道我真的饿的时候能不能吃它，我就是这么想的。闻此，克拉克拉对他的做法给予了肯定。虽然你现在很想吃牛肉，但你必须为将来做准备。随后便询问优尔能不能坚持下去，只要我不饿死，我愿意这么做。很好，
随后克拉克拉决定授予他们更大的使命，一支锋利无比的长枪出现在众人面前。见此，众人皆是感到无比震惊，因为以前就算是首领也很难拥有这么好的兵器。这是奖励给那些可以战胜自己食欲的人，每个人对他给予的奖励非常满意，这让没有获得奖励的人也想拥有，所以他们想做得更好。与此同时，克拉克拉拿起了一块牛骨头，并将它戴在脸上。他之所以这么做，是为了让他们知道，他们肩负起维护部落安全的责任。因为在这片荒野里，处处充满了危机。很快，一只牛骨战士就出现在众人面前，每一个人将无名甲虫神记在心里，无名甲虫神将与你同在。此刻的克拉克拉知道，这不是神明的指示，而是他自己的想法。他知道，如果还在这里，用不了几年，他们就会重蹈上一次的结局，所以走出去是唯一的出路。请原谅我，亲爱的无名甲虫神。蜥蜴人部落发生的一切，星云知道的一清二楚。他知道克拉克拉一定会这么做，不然他也坐不上牧师这个位置。在他的帮助下，甚至还帮星云造就了一个新的个体。克拉克拉的等级也得到了加强，各项属性值几乎都翻了1倍。到目前为止，你做得很好，没有辜负我的期望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将是一个合格的领导者。画面一转，来到几天后，蜥蜴人部落在荒野里行走了3天，炎热的高温让地龙都无法坚持。看到地龙躺下，众人纷纷上前查看。断臂知道，想必他应该是太累了。见此，克拉克拉示意大家原地休息一段时间。此刻的克拉克拉也不知道他们还能不能坚持下去，因为现在剩下的食物已经不多了。我们只能寄希望于神明的另一个奇迹。就在这时，前往前方探查的族人慌忙赶回来，并示意前方有其他族的人。上古时代留下的巨型蜈蚣却被男人一击斩杀，只因他获得了无名甲虫神的祝福。而在杀死蜈蚣的第一件事情，就是把他的腿卸下来啃上一口，嘎嘣脆，鸡肉的味道。就在此前，蜥蜴人部落在中途休息时，没想到还遇到了其他部落的人。哥布林对离开身后的地方感到非常开心，因为那里住着一个可怕的怪物。可就在这时，他却是突然愣住，一群强大的蜥蜴人出现在他们面前，看着他们手中的精锐兵器，哥布林马上就放下石斧投降，随后交出了身上仅存的食物。我想这是一个误会，我们只是想快点离开那个峡谷，到荒野里找点吃的。克拉克拉也好奇是什么原因迫使他们离开。哥布林首领指着后面的高山，他们以前就住在那里，直到突然出现了一个怪物，而克拉克拉也在担心是什么，因为它出现在他们要前往的方向。星云看着发生的一切，这的确是一个难对付的怪物，巨型大蜈蚣增物，它的各项数值都比蜥蜴人部落的要强，并且拥有2颗巨大的毒牙。失落的世界是这样描述的：他们是消失前的神明创造出来的生物，在众神离开这里后，就把他们留在了星球上。片刻之后，哥布林首领便带克拉克拉前往，而克拉克拉也感到震惊，没想到是这么大的怪物，他的一个呼吸就让山体发生剧烈的晃动。哥布林示意他们不用紧张，这是怪物睡觉发出的声音。随后克拉克拉问道，如果绕道走要花多少天？独臂表示至少要8天左右。闻此，克拉克拉皱了一下眉头，星云看出了他在犹豫，这也是可以理解的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在连部落成员都害怕的情况下，绕道也是一个不错的决定。你打算怎么做，克拉克拉？就在这时，一旁的卓尔注意到了什么，只见他盯着上方的巨石，很快他就想到了一个杀死蜈蚣的办法。于是他示意克拉克拉，我们必须要战斗，因为现在我们有足够的优势。原来他从之前铁匠那里的工具受到了启发，他使得铁匠比以前获得了更多的空气和更少的力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如果我们使用这个工具，我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产生巨大的能量。那个工具是一个工匠想了很长时间才做出来的。卓尔解释道，我们不需要这么复杂的工具，只需要几根棍子就足够了。画面一转，原来他想到了一个移动支点的办法，利用杠杆原理将1000斤重的石头移动到怪物的上方，让石头滚下去把它砸死。这是一个简单的好主意，但要杀死这种级别的甲壳类动物，如果所有的岩石同时撞击它，会有更好的效果。星云也不知道能不能将其击杀，伴随着他们将杠杆撬动，巨石便朝着蜈蚣飞快地滚动。待蜈蚣察觉有异常，巨石已经来到他面前，重重落在他的天灵盖上，却不料3块巨石没能将其杀死，仅仅只是将他的甲壳击碎，并且还把他激怒了。见此，克拉克拉示意他们加快速度将剩下的石头推下去，但星云知道这一切都太迟了，普通人很难把巨石移动。随后他便给克拉克拉再次降下祝福，在获得力量的一瞬间，克拉克拉一个人就将巨石顶到了半空，更是凭借肉身的力量把另一块巨石扔下。他知道蜈蚣可能会规避掉巨石的伤害，所以他决定对其进行干扰。只见克拉克拉朝着悬崖一跃而起，不断蓄力手中的长枪，径直朝着怪物的身体部位掷出兵器。受到长枪的干扰后，蜈蚣来不及躲闪上方的巨石，在第一颗击中后，蜈蚣已经丧失了战斗能力，而第2块巨石则给予致命打击。星云对克拉克拉的表现也非常满意，这次的狩猎很成功。与此同时，对话框提示：狩猎怪物，你的部落杀死了令人憎恶的远古甲壳类动物，而星云也获得了狩猎的奖励。他一开始就想抓取这个东西，憎恶的内丹。每个神都有与其领域相适应的资源，虽然它可以通过消耗信仰来创造，但创造不存在的东西往往需要不寻常的原料。如果我有这种内丹，我就能创造一个生物，而生物是信仰资源生成器，通过它们的存在传播神明的话语。另外，如果把它提升到更高的等级，它就可以获得使徒或化身之类的职业。但不知道的是，它的创建方法是否与之前的游戏相同，而星云该如何处理这颗内丹。另一边的卓尔正打量着眼前的怪物，随后便将他的腿拔下来。如果怪物的肉可以吃，那么将给他们部落带来巨大的补给。经过简单的尝试，卓尔确定这个肉是可以食用，但还需要进行简单的处理，因为它的口感不是很好。就在这时，他注意到了岩石上的香草，如果用香草将它的味道进行覆盖，吃起必然比之前美味。香草经过简单的处理后，果然
然比之前好吃了许多。就在这时，卓尔询问起了克拉克拉关于继承人的事情。他认为身为部落首领也应该找一个伴侣。闻此，克拉克拉也是顿时愣住。这个问题他现在还没来得及想。随后卓尔质问他：如果你从没认真想过，那我呢？就在克拉克拉准备回答时，一旁的黄金色光芒吸引了他，是一块刻满符文的金属，它应该是从怪物的背上掉下来，而尤尔更是直接啃了起来。独臂示意他这个东西不能吃，这个东西叫黄金。曾经他在外面游荡的生活见到过，据说即使经过很长时间，它的颜色也不会改变或腐烂。对不能吃的金属，尤尔对美味的羚羊更感兴趣。克拉克拉看着手中的黄金板块思考起来，一切都会死亡、腐烂和消失，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不变的。这块金杯不会腐烂，也就是说制作这个金牌的人试图在上面保存一些东西。画面一转来到晚上，克拉克拉依然是坐在石块上看着金牌，他知道里面肯定记录着重要的秘密。就在这时，一旁的声音吸引了他，只见几只虫子在羚羊上面不断盘旋，好像在告诉他什么。而克拉克拉看出了虫子的动作和这块石碑上的记号很像，他按照虫子的提示刻画着金牌上面的符号，很快就发现了其中的秘密。画面一转来到早上，克拉克拉第一时间与卓尔分享了这件事情。随后克拉克拉刻画出一个符号代表的是他，另一个则代表的是卓尔，准确的说是代表雌性和雄性，在两者之间加一个等于号，代表着成为伴侣的意思。而这也是克拉克拉想要说的答案。表面上和蔼可亲的蛙人，背后却是阴险狡诈。他们不仅献祭抓到的小孩，还打算将蜥蜴人部落变成他们的奴隶。而他们之所以称霸森林，是因为得到了双头蛇的庇佑。克拉克拉杀死了巨型蜈蚣后，从他背后获得了一块刻满神秘符号的金牌。在星云的提示下，他很快就明白了符号的含义，并以此创造出蜥蜴人部落的文字。这些往往都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得到结果，而现在发生在部落的早期阶段，对星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优势。现在，蜥蜴人部落正在享受节日的狂欢。从表面上看，这似乎是一次简单的狩猎，但这却是蜥蜴人庆祝婚礼的方式，抓住最大的猎物送给配偶。而星云也期待他们两人会带领蜥蜴人部落走向怎样的未来。画面一转来到几天后，在保证了食物的补给后，克拉克拉打算离开这个地方。他示意哥布林首领可以继续生活在这里，因为威胁已经被铲除。而哥布林首领也十分感激克拉克拉，如果没有他的帮助，想必他们只能在荒野流浪。随后他介绍起了自己的孩子，他对这附近的地形非常熟悉，所以哥布林首领决定让他帮克拉克拉带路，因为森林里面有着很多野兽和陷阱。画面一转，蜥蜴人部落发现了地上有一些奇怪的脚印，他也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痕迹，随即询问经历丰富的断臂，而断臂蜥一眼就看出了这是蛙人的脚印，他们有好也有坏的，是一个极其精明的种族。既然他们是来侦查的，那说明他们一定经历过战争，从这里的脚印推断至少有5只以上，想必他们是一个比蜥蜴人还要庞大的部落。随后克拉克拉便打算先回营地，而他回到营地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营地扩大了1倍，并增派了许多侦察兵和边防人员，在确保安排任务的同时也需要做到公平分配。而他们之所以这么做，是因为克拉克拉知道另一个部落一定在监视他们。在他们转换基地几天之后，并没有遇到蛙人，而在这一段时间里，他们准备了很多东西来确保部落的安全。在这一点上，星云相信没有多少玩家比他更成功，因为蜥蜴人部落不仅开展了畜牧，他们的住房生活方式也在迅速演变，以适应变化的环境。最令人着迷的是，他们很快就确立了文字的概念，这些字符在部落成员之间共享，通过传统狩猎标记与符号的结合，形成了一张原始地图。克拉克拉还记录了当天每个人的收获量，不仅提高了个人的效率，粮食的产量也得到了提升，这是一个质的变化。而另一边的蝗虫群也在稳步增长，现在星云的昆虫领地已经达到了4级，这是一种他做梦都不会想到的方法，因为其他大陆的昆虫在快速繁殖，我不应该试着从这种情况中获益吗？克拉克拉的能力和部落的地位目前高于平均水平，但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，因为接下来发生的会比之前经历过的任何事情都要危险。就在这时，尤尔正慌慌张张地找克拉克拉，因为有蛙人上门拜访了。片刻之后，一群蛙人便出现在他面前，秉承着和平共处的原则，克拉克拉也亲自前往迎接。在见到蛙人后，他却是眉头紧皱，因为他注意到了蛙人中竟还有蜥蜴人，这让克拉克拉感到事情并不简单。难道他们是来求和的吗？到来后，蛙人率先开口介绍自己：“我是舒嫩，伟大部落首领奥罗伊之子，我们无意与你们部落对抗。”而克拉克拉也向他们表示问候：“我们蜥蜴人部落也没有要对付你们的意思。”而蛙人之所以找上门，就是为了告诉他们，蜥蜴人部落侵占了他们的领地。但克拉克拉却不这么认为，这里本是一片荒野，上面没有任何的标记和蛙人活动的痕迹。如果我们真的占用了你们的领地，我为此道歉，但这是不同的，因为我们从很远的地方过来，所以只能暂住这里。随后便夸赞起舒嫩，看来你是满足下一任首领要求的最佳人选，你不这样认为吗？而舒嫩也是不禁夸。谈话的内容很快就被克拉克拉掌握，蛙人来的目的就像他想的一样，他们是被部落首领派来密切监视我们的。更大的问题是他们居然还有别的蜥蜴人，这一点非常可疑，我需要仔细收集他们的信息。随后克拉克拉便打算要请他们到村子详谈，为我们达成协议庆祝一下。就在舒嫩准备答应时，身后的蛙人打断了他，而他只能无奈地表示拒绝。克拉克拉示意他们只是简单的吃一顿饭，仅此而已。听到吃饭，蛙人便同意了他们的邀请。画面一转，克拉克拉就做好了一只烤全羊招待他们。
而他之所以留下蛙人，是因为他想弄清楚蜥蜴人和这些蛙人有什么关系，以及他们来这里的目的，但不能让蛙人知道他对此好奇。随后克拉克拉打算先和他套近乎，便好奇地问到他身上的羽毛。蛙人自信地解释道是科加特里斯的羽毛，一种极其危险的动物，它们不仅体型庞大，还带有毒性，并且它们的移动速度非常快。克拉克拉也好奇长枪能不能击杀它们。闻此舒嫩不屑一笑，随即让他们的蜥蜴人欧文把他的弓箭拿过来，拿过弓箭之后再让他到远处挂一个牌子。而克拉克拉也看出了端倪，但同时也给他制造了机会。在蛙人展示完自己的箭术后，克拉克拉也想尝试一下，于是他故意把箭都放歪，果然和他想的一样。欧文被叫过去把箭捡起来，克拉克拉以射箭为由自己过去拿箭，获得了与欧文单独接触的机会。在与他接触后，欧文一直在强调他们与蛙人互帮互助，而正是这一个行为更加证实了自己的看法，这其中肯定有很大的猫腻。曾经濒临死亡的蜥蜴人，如今却成为部落的首领。他不仅把部落变得强大，更是让部落走向了文明。只因他得到了无名甲虫神的指引。就在克拉克拉带领族人来到资源丰富的森林时，他们迎来了蛙人部落的造访，却没想到他们之中竟还有蜥蜴部落的人。克拉克拉知道其中一定藏有秘密，在获得与欧文接触后，果然和他猜想的一样。尽管克拉克拉示意欧文蜥蜴人比蛙人强大，可欧文却一直强调需要蛙人保护，没有蛙人我们就活不下去。随后克拉克拉让他忘记刚才的谈话，如果问起就说是询问剑术。画面一转，经过香草处理的羊肉蛙人吃得津津有味，并对此赞不绝口。克拉克拉随即示意他牛肉更好吃，舒嫩给予了肯定。他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抓到野牛了，而克拉克拉表示他们抓有活的。闻此舒嫩也是一愣，见此克拉克拉说道可以用弓箭来换取，而舒嫩很快就答应了。可就在这时，身后传来一阵警告的声音，随即就说道再考虑考虑。紧接着他话锋一转，我们部落的成员对蜥蜴人没有敌意，并让他看看欧文与他们相处的多好。随后他便叫住了欧文，并让他说说他在蛙人部落的待遇。闻此克拉克拉更加警惕起来，他那么轻松地提起这件事，好像他们事先已经准备好了似的。如果之前没有仔细盘问他的话，想必现在他已经相信欧文说的话。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一个下午，在简单的交谈后，蛙人就与蜥蜴人部落告别。舒嫩轻轻地拍了一下欧文的肩膀，可他却是显得非常害怕。这一切克拉克拉都察觉到了，这看起来不像是平等的人际关系。回到部落的蛙人果然开始盘问欧文，并让他说出克拉克拉与他的谈话，而欧文便表示只是询问关于弓箭的事情。可一旁的刀疤蛙显然不太相信，随即给欧文补了一脚，如果我不这样说，他就不会相信我了，并让他想学就要交学费。而舒嫩同意了他的看法，随后夸赞他做得不错。就在这时，蛙人让他看看困在岛上的人，如果你想让他们活命，那就听我的指挥。现在新的献祭对象已经出现了。闻此，欧文便表示一定会听他的话。原来就在此前，欧文的部落来到这里时，蛙人也是发出了友好的邀请，没想到却是一个圈套。他们部落剩下不到200人，而蛙人却有1500人，只因他们有一个强大的神明，一条体型巨大的双头蛇。黑林部落的首领似乎是个强壮的战士，虽然部落里有600人，但欧文似乎不相信他们的实力，因为他们连弓箭都不会使用，只要他们被陷阱了，他的孩子就能活下来。画面一转，来到几天后，蛙人也没想到他们真的能抓住野牛并将其圈养起来。克拉克拉示意他们拿弓箭来换，就可以把野牛带回去。就在这时，欧文却开口了，表示交换物品时可以相互了解一下，因为他们对黑林部落一点也不了解。随后便邀请克拉克拉到蛙人的村子看看，只要他前往就会给予他更多的资源。画面一转，克拉克拉正实验着自己制作的弓箭，但弓箭只有蛙人的一半距离。他知道现在虽然模仿得很像，但他们不知道弓箭的制作材料，所以自然达不到真正的效果。随着蛙人的拜访的次数越来越多，克拉克拉知道他们宣传的和平，实际上是在信仰的幌子下隐藏了一些东西。他们可能是想耍花招，问题是克拉克拉不知道他们是如何运作的，所以蜥蜴人仍然需要保持高度警惕。此外，蜥蜴人部落还开始研究草药，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，因为他们有懂得草药的医生。而两人也开始讨论起了欧文。卓尔表示可以给他一个机会，因为他知道欧文一定是被蛙人胁迫。另一边，由于欧文没有成功邀请克拉克拉，正遭受蛙人的教训。随后舒嫩示意刀疤停手，因为他现在还不能死。闻此，刀疤便将他一把推开。紧接着，蛙人示意欧文要加快进度，因为他们准备提前祭祀，必须抓紧时间把蜥蜴人首领和战士全部邀请到这里，才能将他们一网打尽。而蛙人之所以要提前，是因为他们的族长已经病重，这个本是蛙人之间的秘密，但他觉得告诉欧文也无妨，那是一种浑身发痒的疾病。一开始白色黏膜开始覆盖皮肤，并且黏膜覆盖的区域会继续扩大，直到蛙人不能呼吸憋死。欧文第一次听说瘙痒是一种致命的疾病，他也好奇舒嫩为什么要告诉他，想必是蛙人在考验他。随后他表示不应该让黑林部落的人知道，但舒嫩则示意他顺其自然，因为只是包不住火的。紧接着欧文想到了一个办法，那就是跟他们说这个疾病也会传染蜥蜴人。他知道有一些药混一起会使皮肤发痒。闻此，蛙人对他的方案给予了肯定，随即承诺他成功把蜥蜴人首领骗出来，就无条件放了他的孩子，所以你应该尽力说服他们。与此同时，欧文有一个要求，那就是可以带一些弓箭过去，因为这样显得更有诚意。尽管蛙人不情愿，但还是同意了他的要求。画面一转，蛙人再次登门拜访，并带来了很多的物资，而蜥蜴人部落则是用草药作为交换，但蛙人示意他们这还远远不够。随后再次提到了和平的信仰，而克拉克拉早已猜到他们的目的。就在这时，他提
出了只能和欧文单独谈谈的条件。闻此，舒嫩便同意了他的请求。片刻之后，克拉克拉带领欧文来到了另一个地方。不出所料，欧文还是在宣传蛙人对他们非常友好，并希望克拉克拉放下质疑。就在这时，一只蓝色的蝴蝶飞来，随后落在了欧文的头上。克拉克拉随即示意他：“我们之间有很多怀疑和猜疑，但这一切该结束了。让我告诉你我们的一切。”一切为了部落。蛙人和蜥蜴人部落终于展开了大战，而他们究竟鹿死谁手？在克拉克拉与欧文获得独处时，他告诉了欧文关于蜥蜴人部落的一切。看着地上画的符号，欧文也好奇是什么。克拉克拉解释到，这些符号他称为字母，它们都有不同的含义。这个符号意味着拒绝或另外的象征着谎言和假的。而欧文也好奇它们能不能组合在一起。克拉克拉给予了肯定，如果你把这两个放在一起，那就是不要说谎。换句话说，它也可以表示真实的。这让欧文感到非常奇怪，克拉克拉为什么不告诉蛙人而告诉他？看出欧文心中的疑惑，克拉克拉解释道：“是因为信仰，在我们蜥蜴人部落和青蛙人部落之间，我真正感兴趣的是我和你之间的信任。”而欧文不情愿地说道：“不用区分蛙人和蜥蜴人。”但克拉克拉却打断了他：“因为我从一开始就不相信蛙人的事情，也知道这件事情非常复杂。我们非常了解那些被边缘化和被赶出去的人，我和你经历过同样的遭遇。”而欧文却变得非常拧面，他没想到克拉克拉竟能推断出一切。看着欧文的反应，克拉克拉知道他已经动摇了，因为他已经看到了信仰的迹象。画面一转，此刻舒嫩正夸赞欧文干得不错，因为蜥蜴人部落打算前往他们部落，而刀疤蛙也表示他们非常愚蠢，邀请蛙人参观部落。现在他们已经知道了蜥蜴人部落的大小与真正的实际人数，没想到比探查的少了1倍，只有300多人而已。这一切多亏了我们的大功臣。随即示意他想要什么，而欧文小声地说道：“只需要放了他的儿子。”但刀疤显然有点不太情愿，因为族长不会同意的。舒嫩则让欧文放心：“我会记住你的承诺。”画面一转，来到傍晚，此刻的欧文非常犹豫要不要帮助黑林部落的人。克拉克拉看起来很自信，但蛙人的数量太多，并且他们连弓箭都不会使用，更不用说战士们的秘密武器了。他一直在告诉自己不要相信他们，可他内心却是把自己的想法都表现了出来。克拉克拉，你为什么要相信我？我只是一个江湖骗子。画面一转，来到第二天，克拉克拉带着部落的战士来到蛙人部落，舒嫩第一时间出来迎接，并希望两个部落可以友好交流。克拉克拉也给予了肯定，但蜥蜴人部落的人是全副武装来访，他也做出了解释，因为担心途中会遭遇怪物袭击。舒嫩虽然一脸微笑，但是早已预谋好了一切，等宴席的时候把克拉克拉灌醉，然后再用毒箭将其射杀。就在这时，克拉克拉四处张望寻找欧文的身影，舒嫩随即示意他在那边准备宴席，而欧文此刻正在地上刻画着什么，想必他是在标注黑林部落战士的位置。随后克拉克拉叫住了欧文，欧文和往常一样向克拉克拉打招呼，并提醒他只要黑林部落的战士坐下，蛙人部落的宴会就开始了。这是一场有趣的和平交流会议。克拉克拉看着地上的符号，早已经明白了一切，随后他也给予了肯定，并缓缓戴上牛头面具，示意战士们宴会开始。而战士们早已做好了准备，下一瞬他们手中的长枪径直洞穿了蛙人的弓箭手，而蛙人也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动手，一瞬间被蜥蜴人战士打得溃不成军。克拉克拉示意他们一个也别放过，不到片刻，蛙人的刺杀小队就被解决了一大半，剩下的一些落荒而逃。尤尔随即汇报克拉克拉，想必接下来蛙人就会用弓箭进行反击。克拉克拉示意他不用担心，因为他们早已做好了应对之策。与此同时，克拉克拉叫住了欧文，因为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只有他才能完成。另一边，此刻的舒嫩已经气急败坏，并问候了欧文全家。他没想到欧文会这么快就叛变。很快，蛙人就集合了另一边的战士，表示蜥蜴人只不过是强弩之末，在数量上远远比不过蛙人，所以只要坚持到增援，胜利还是属于他们的。下一瞬，浸满毒液的弓箭径直朝蜥蜴人袭去，只要他们擦伤一处，就会痛苦的死亡。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蜥蜴人早已做好了准备。一支盾牌大军出现在蛙人面前，蛙人的弓箭根本无法伤及到他们分毫。见此，舒嫩顿时呆愣住，没想到所有的弓箭都被盾牌改变了方向，而蜥蜴人打造的盾牌连长枪都无法洞穿，更别说小小的弓箭。舒嫩随即示意他们继续放箭，阻止他们前进。可就在这时，一股奇怪的味道飘来，当他回头看去，没想到烟雾覆盖了大半个天空，而这样会使得他们的弓箭手精准度大大下降。原来这就是克拉克拉交给欧文的任务，偷偷潜入蛙人部落的村子，拯救被困的同伴，并将其房屋点燃。欧文随即示意他们也要加入反抗的队伍，但同伴显然有点不太相信。欧文坚定地告诉他们，这是他们唯一的机会，所以我们必须要相信黑林部落，他们一定会打败蛙人。当蛙人反应过来，没想到自己家被偷了，他知道是其他的蜥蜴人也跟着叛变，苏嫩只能暂时撤退。但一旁的蛙人战士显然不太同意，因为他们损失了很多战士。可苏嫩不会管这些，心里谩骂道：“你这个蠢货！如果这个部落的继承人陷入了危险，那么部落的一切就完蛋了。”随后战士询问起了他：“我们要双头蛇神明出战吗？”但舒嫩显然不想动用这张底牌，难道没有更可靠的方法吗？当刀疤蛙看到村子着火时，他知道和蜥蜴人部落的战争已经打响。随后手下向他汇报舒嫩的情况，他们现在还剩下15人左右。刀疤想了想，加上我们，那么蛙人就有45人，我们仍然有优势。紧接着他示意所有的士兵把剑沾上蛙毒，前往支援舒嫩。可就在这时，一旁的草丛传来动静，巨大的动静让蛙人不寒而栗，这想必只有怪物才能弄出这么大的动静。下一瞬，弓箭径直朝那个方向袭去，
随后他们却是一脸惊愕，因为有一条巨大的地龙出现在他们面前。马农挡下了所有的毒箭，就算是吃掉他也不会中毒。还没等蛙人反应过来，马农就向他们杀去，一口便解决一个蛙人。但刀疤反应迅速躲避了攻击，见此他马上把毒蛙扔了出去，并示意所有人一起扔，这样就有可能把他毒死。而马农也是精准的把所有毒蛙炫完，嘎嘣脆，鸡肉的味道，这让卓尔很是疑惑，他们为什么要扔掉毒蛙？如果他们想毒死马农，想必是打错了算盘，因为他获得了无名甲虫神的祝福，这让刀疤万万没想到。但他已经没有机会了，马农就像看着猎物一样盯着他，下一瞬便没了动静。另一边，蛙人从背后偷袭克拉克拉，但他却没有丝毫要躲闪的意思，仅仅一个甩尾就把弓箭击落。随后尤尔上前补刀，很快就剩下一个蛙人，而欧文部落的人也加入了战斗。不过让克拉克拉感到奇怪的是，尽管形势如此紧张，但是他们的领袖奥罗伊却没有出现。纵观全局的星云嘴角微微上扬，那当然是因为我。原来就在此前，他发现了一种黏膜病毒，它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和死亡率。最重要的是，它只对两栖动物的黏膜有效。大约在克拉克拉决定离开圣地的时候，星云就在距离蛙人100公里外的地方发现了他。而他能把疾病转移到这里的原因，是这群甲虫的功劳。在星云投下病毒后，他们的首领便消失了，而首领却相信用献祭活人能够治病，所以便把蜥蜴人抓了，但对他一点帮助都没有。现在他准备再次把这些小孩献祭给双头蛇神，请求他把所有的蜥蜴人杀光。画面一转，欧文疲惫地找到克拉克拉，看着欧文慌张的样子，便询问他有什么急事。欧文示意他赶紧前往湖中央的小岛，因为他们在用小孩献祭双头蛇，神也许不能治愈他们的病，但是你有足够的力量阻止这一切。闻此，克拉克拉表示需要从长计议，因为他们的人全在岛上。当我们到达小岛时，我们将无法抵抗蛙人的弓箭，并且可能会在路上遇水袭击。而欧文恳请克拉克拉帮帮他，因为我的儿子被当成了祭品。下一瞬，克拉克拉眼神变得犀利，十分愤怒的一拳打在他的脸上。这个笨蛋，你应该早点相信我。我不相信这些粗笨的青蛙所信仰的神，我相信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力量打败他。如果那个神出现并攻击我，我会告诉你怎么碾碎那个神。但是为了救孩子，你不应该早点说吗？克拉克拉也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。如果他一早知道舒嫩的意图，他就能想到应对之策。另一边，听到蛙人的召唤，双头蛇出现在他们面前。伟大的神，请惩罚那些黑灵蜥蜴人。欧文从远处观察着，他知道一切都晚了，但克拉克拉觉得我们还有机会。这一次我们没有地形优势，只能面对面和他进行较量。我们可能要做出一些牺牲，才能拯救那些孩子的性命。就在这时，一只蝴蝶从一旁飞过，他随即示意欧文抬头看看。你相信奇迹吗？只见一个庞然大物出现在众人面前。克拉克拉知道是无名甲虫神。战吧，战吧！双头蛇与螳螂的神明之战，大战一触即发。在蛙人首领召唤出双头蛇时，他祈求神明帮他处罚黑灵部落。神啊，请收下这份祭品，请把那些黑色蜥蜴人全都杀了吧。可双头蛇并没有理会他，这让他感到非常奇怪，因为如果是平时，从祭品开始他就会贪得无厌。当蛙人抬头看去，却是一脸惊愕，只见后方有一只巨大的螳螂在盯着他们。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难道是神明吗？双头蛇在他面前显得多么渺小。感受到威胁的双头蛇发出了警告的声音。原来这是星云创造出来的生物拉蒂斯，用上次获得的增物内丹和信仰值。拉蒂斯看起来就像一个螳螂，但在这个时间段，几乎没有玩家能比我更快的制作创造物。与此同时，双头蛇发起了进攻，锋利的獠牙朝螳螂袭来，但却被拉蒂斯一把抓住，而躲在蛇身下的蛙人只能四处逃散。蛙人族长更是差点被双头蛇碾死。就在这时，蛇的另一个头也发起了攻击，但在螳螂的镰刀面前，双头蛇就如同切菜一样被分成了两半。随后拉蒂斯发出一阵空旷的声音，一条小水蛇也敢自称神明？你只不过是一种动物，现在我将把你献祭给我的主人，帮你赎清你的罪行。伴随着镰刀划过，双头蛇便身首异处。就这样，蛙人信奉的蛇神饮恨西北。拉蒂斯的各项属性足以碾压双头蛇。看到双头蛇被解决，黑林部落传来一阵欢呼声，每个人的心里都在感激无名甲虫神。看着拉蒂斯的表现，星云很是满意。他看起来也很庞大，但却连一小块地方都用不上，因为他可以收藏到召唤空间中，而随即附加拉蒂斯身上的力量技能也不错，大大增强了他的镰刀属性。与此同时，星云再次获得了一颗内丹，他也没想到自己的运气这么好，因为这个内丹可以创建一个领域。星云随即点击了确定键，可消息框却提示他无法使用，因为这里有淡水的原因无法使用该领域。星云只能暂时先放一放，想必有一天能用到。另一边，奥罗伊此刻已然呆愣住，他没想到双头蛇神就这样被打败了，在他面前所有的蛙族战士变成了不敢站出来的胆小鬼。与此同时，拉蒂斯示意星云，主人的任务已经完成。星云随即表示做得很好，现在你可以回去休息。下一瞬，拉蒂斯便消失在众人面前，一切都安静下来。克拉克拉，你不会坐以待毙吧？蛙人正乘船向上村子驶去，现在岛上已经没有了蛙人。克拉克拉示意众人，今天我们要取得完美的胜利，并询问有没有人愿意带他们到蛙人的村子。而欧文第一个站了出来，我完全可以担任这个
任务。就在这时，一旁的灰灵蜥蜴人提出了请求，请让我们也帮助你们。克拉克拉首领，但克拉克拉表示这是一个危险的任务，因为你们不是战士。可他们却觉得并不是只有战士才能杀死蛙人，蛙人把他们的孩子和家人都献祭给了双头蛇，现在他只是想给他们报仇。克拉克拉也看出了他们此刻非常愤怒，每个人都有愤怒的权利，所有寻求复仇的人，我将与你们同在。结束了，蛙人和蜥蜴人部落之间的战争终于结束了。在螳螂以绝对的实力碾压双头蛇后，蛙人只能落荒而逃。得到无名甲虫神的帮助，克拉克拉发起了最后的进攻，而他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登上蛙人的岛屿，拯救那些被献祭的孩子。只见所有的蜥蜴人快速渡过湖水，所幸他们的孩子都安然无恙，欧文也得以和儿子团聚。克拉克拉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，紧接着他示意尤尔准备好船只，把小孩送走，然后带着灰林部落的骑士到村子后面，给蛙人制造混乱。闻此，尤尔也明白了克拉克拉的意图，你的计划是要同时击垮2个村子吗？克拉克拉给予了肯定。蛙人一旦被尤尔吸引，他就会带着士兵游过去攻击，而尤尔也在担心计划可不可行。克拉克拉示意他不用担心，因为他刚才发现了神的另一种祝福，我们的黑色鳞片在月光下就像一团迷雾一样，可以迷惑敌人的视野。片刻之后，此刻的蛙人部落乱成一团，他们各自做好了逃跑准备。还没等奥罗伊缓过神来，蜥蜴人部落已经乘胜追来，他也没想到蜥蜴人会来得这么快。尽管蛙人手里拿着弓箭，但在黑林部落的长枪面前，他们根本没有反应的机会。克拉克拉很快就杀到了蛙人首领面前，这一切该结束了。然而此刻的奥罗伊还在幻想着双头蛇拯救他。我献祭了这么多祭品，伟大的神，救救我吧！伴随着克拉克拉挥动手中的长枪，奥罗伊罪孽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。现在你的神已经没有了。另一边，舒嫩也意识到大势已去，虽然我们人多势众，又有毒弓箭，但没想到黑林部落对毒有耐心，投毒这条路根本行不通。就在舒嫩寻找逃跑的机会时，克拉克拉已经出现在他的身后。原来你躲在这里啊！见到克拉克拉，舒嫩已经被吓得瘫倒在地。随后克拉克拉示意他像一个战士一样来一场决斗，拿起你的兵器守护作为战士最后的名誉。可舒嫩却疯狂对克拉克拉磕头认错，并打起了感情牌。念在昔日的情分，能不能放我一马？我也是被父亲威胁的。眼看行不通，他表示可以分享弓箭的秘密，可以把弓箭制作的材料告诉你。闻此，克拉克拉来了兴趣，他的材料是什么？舒嫩开心的表示是青金，这让克拉克拉眉头紧皱，随后质疑的问道是什么动物？这让蛙人变得支支吾吾。看他的表现，克拉克拉已经猜到了一切。就在此前，舒嫩在来访蜥蜴人部落的时候就有提到过，制作弓箭的材料只有他们才知道，并且表示蜥蜴人很容易获取材料，但蜥蜴人部落试了很多材料都无法完成。克拉克拉现在明白了他之前为什么这么说，他们杀了几百蜥蜴人就是为了这个。随后克拉克拉把帐营拉开，示意他可以走了，我们之间没有恩怨，我答应你提出的交易，走吧，舒嫩。闻此他没有犹豫，转身就向外跑去，他还开心的以为可以捡回一条命。欧文也非常疑惑，真的要放他走吗？克拉克拉给予了肯定，我和他之间确实没多少仇恨，但得问问我手上的同胞答不答应。一个古老的遗迹，竟让蜥蜴人部落获得学习魔法的机会，而他们是否会走上一条与科学对立的道路？在克拉克拉示意舒嫩可以离开时，舒嫩毫不犹豫地逃离。他非常庆幸捡回一条命，不料一支弓箭精准地穿过他的脚掌，蛙人顿时感觉疼痛感袭遍全身，随后重重地摔在了地上。与此同时，灰林部落的人也赶了过来。就在他准备再次逃跑时，蜥蜴人果断给予了他致命一击。至此，蛙人与蜥蜴人的战争就此结束。画面一转，来到几天后，在经过多日的练习，克拉克拉的剑术已经愈发精进，并且弓箭也得到了很大的改良，可仍旧有所欠缺。因为虽然用新的材料代替了弓弦，但是稍微多拉一点弧度，弓就会折断。要是有能强化弓壁的材料就好了。欧文解释道，在这片森林已经没有比它更坚固的材料了。虽然蛙人使用的也是这种材料，但弓箭根本承受不住蜥蜴人的力气。克拉克拉给予了肯定，现在他们不能仅限于这片森林，因为冬天也快到了。如果想要喂饱饲养的水牛，就必须让一些人搬到温暖的地方去。欧文也同意了克拉克拉的看法，牛群需要大量的食物才能吃饱，并且寒冷的冬天也不适合小牛的生存。随后克拉克拉询问起了关于逃跑的蛙人，欧文表示基本上已经被歼灭，而他在这个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个神秘的地方。就在欧文准备开口时，一旁的动静打断了两人。卓尔也好奇小孩躲在树后面干什么，随即就凑了上前，孩子你在这里做什么？而卓尔的出现也吓孩子一跳，你是来找克拉克拉首领吗？与此同时，掉在地上的东西吸引了他，卓尔好奇地将其捡起，是一块简易的手工木雕。克拉克拉看出了这是他们的守护神，随后他打量着这个小小的木偶，并对小孩的杰作给予了肯定，你已经把它做得很漂亮了。听到克拉克拉的夸赞，小孩也十分的开心，这是送给我们伟大首领的礼物。欧文也示意他安心收下，村子里的孩子都喜欢制作这种手工品并进行交换。卓尔也好奇地问道，村子里很多这样的东西吗？小孩点了点头，因为是守护者救了他们，所以他是所有小孩的偶像。克拉克拉也觉得这个做法不错，并示意欧文可以多制作一些出来，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记住伟大的守护者，
就在这时，克拉克拉想起刚才欧文还未说完的话，原来欧文在追击蛙人的过程中发现一个神秘的洞穴。闻此，克拉克拉也非常好奇，随即让欧文带领他们前往。片刻之后，一个山洞出现在众人面前，蛙人藏在这里后就被一网打尽。欧文觉得这里很神秘，所以他觉得其中应该隐藏了秘密。克拉克拉见到神秘的图案也顿时一惊，他也好奇这种坚硬的石头是如何雕刻的这么精巧，并且还惊奇地发现图案和昆虫背后的很像。只有在纵观全局的星云知道，这是一个远古遗迹。古代遗迹种类繁多，在废墟中可以获得古老的知识，也可以发现奇迹。其中有些物品具有重要的功能，甚至有些遗迹则能产生魔法。因为遗迹中的特殊资源或神秘祝福的遗迹，一般都是被固定在某个特殊地位的位置。蜥蜴人部落目前文明程度还很低，对于游牧的蜥蜴人部落来说，它的价值就没那么高了。尽管它的概率很低，星云也希望它不要是魔法遗迹。伴随着克拉克拉推开石门，一道耀眼的光从里面射出。是谁将我唤醒？陌生的客人，欢迎来到魔法世界。克拉克拉再次迎来了新的属性——骗术。具有辨别他人说谎的能力。面对古代精灵的诱惑，他果断地提出了拒绝。在蜥蜴人部落发现远古遗迹后，克拉克拉无意打开了一条通道，发现在古废墟里还有一个秘密的空间。空地的中心是几十米高的拱石桥，它们呈 Z 字形向下延伸。与此同时，卓尔示意克拉克拉，我们是否需要向无名甲虫神请示？克拉克拉觉得这些小事不应该麻烦神明，我相信我们可以解决。就在这时，从远处传来了一阵浩浩荡荡的声音，只见在下方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他们。待众人看清，没想到是一群体型巨大的老鼠。克拉克拉感到非常疑惑，真的有这么大的老鼠吗？卓尔示意他这应该是海狸鼠，之前在路上我们吃过几次，但一般的海狸鼠身长约60厘米，可克拉克拉看到的海狸鼠身长约1米，这意味着它的体重将达到数十公斤。此外，还有一件事引起了他们的注意，海狸鼠不会成群结队的出现，更不会用牙齿对着别人。克拉克拉随即给他们取了一个简单的名字，想必鼠怪更适合他们。正常的动物不会无缘无故的对人类产生敌意，事实上他们通常会逃跑，但鼠怪却有目的性的冲向人类。克拉克拉意识到了他们可能是这里的守卫，随即让众人做好战斗准备。下一瞬，鼠怪果然发起了攻击，但在蜥蜴人部落的长矛面前，鼠怪很快就败下阵来，剩下的只能匆忙逃窜。克拉克拉看着体型巨大的鼠怪，我们应该可以吃这些东西。卓尔看着鼠怪若有所思，也许我们可以将其圈养起来，就像野牛一样。随后欧文也提出了自己的想法，如果可以，我认为养鱼也是可能的。克拉克拉表示，鱼不是会自己消失吗？在克拉克拉曾经生活过的沼泽和池塘里，鱼会随着被吃掉而逐渐减少，最终消失。欧文否定了他的看法，曾经和蛙人住在一起时，他知道在大的池塘里不是这样的，鱼会产卵并繁殖出鱼苗，在繁殖季节，蛙人会警告我们不要捕。就在这时，一个拿着鼠怪的战士尖叫起来，克拉克拉迅速转过身示意他怎么样了。战士痛苦地握着他的手，他的一个手指有点烧焦的味道。克拉克拉查看了他的手，没有发现被咬过的痕迹。战士表示，我只是碰了碰它，我就感到了痛苦。而鼠怪身上环绕着一股滋滋滋的声音。克拉克拉伸出手指轻轻触碰了一下，突然就感觉一股力量袭遍全身，会使人全身麻痹。卓尔紧张地问道，有没有受伤？克拉克拉握着被电的手示意他不用担心，只有在背后看着的星云知道这是什么。最不希望看到的魔法遗迹，神性并不是失落的世界中唯一的力量来源。上次星云获胜就是使用了核武，这是技术而不是神力。在中世纪之前，神性和科学的发展是成正比的，而在现代，他们变成了负相关。当人们对他们的神变得忠诚时，他们往往会扭曲科学。另一方面，当人们精通科学技术和知识时，他们就不会那么相信神明。在失落的世界，与神性和科学并存的是魔法，魔法与神性也呈负相关。但与科学不同的是，魔法与神性的负相关从一开始就存在，这是因为魔法有它自己的力量。在古代，任何使用强大魔法的人或物都是不可阻挡的，那些拥有魔法的人会被视为神，因此那些人不会相信神明。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，魔法力量自然开始减弱和衰落，但并非所有的魔法会与神性对立。因为星云曾经也用魔法取得了几次胜利，所以想要获得游戏胜利，重要的是不仅要利用神性，还要平衡科学和魔法。星云很清楚这些规则，如果有必要时他会使用魔法，但让星云没想到的是会这么快就获得接触魔法的机会。经过星云查看的消息显示，这是一个恶魔魔法遗迹，它会赋予个体学习魔法的能力。这种影响不仅适用于取得成就的个人，特别是像克拉克拉氏族这样的氏族社会，氏族的所有成员都可以获得恶魔魔法，但这也是最危险的部分，因为他们的魔法传给后代，而魔法会一代一代的变得越来越强大，直到最后诞生一个强大的法师。最重要的是，因为法师的力量来源是古代的恶魔，而不是神明的信仰，这就是为什么神性和魔法会发生冲突。根据统计数据显示，魔法确实有较低的胜率，因为新手会被成长起来的法师推翻，但与纯神或神魔混合相比，它仍然处于较高的一面。与此同时，一个类似魔鬼鱼的不明生物出现在克拉克拉面前。访问者，你想拥有那种力量吗？如果你愿意，我可以给你。但克拉克拉并没有对其理会，
腿。一旁的卓尔示意他现在状态不好，还是要回去做好万全准备。克拉克拉同意了他的看法，随后表示用长矛将鼠怪带回去。而他也注意到，只有自己能看得见这个生物。魔鬼鱼表示他是守护这个地方的精灵，只有力量强大的人才能看见他。你只需要在心里想，我就能听到你的对话。克拉克拉随即问道：“刚才说的力量是什么？”不愧是古代遗迹的精灵，一下子就把克拉克拉带进去了。星云也在犹豫要不要给克拉克拉提个醒。如果星云不提醒他，以他的性格，他会走到补废墟的尽头。但星云最终决定不警告，因为当他再次检查克拉克拉的数据时，他发现了一个独特的属性——骗术。可以辨别他人的欺骗行为并提高警惕。他很可能是在克拉克拉击败蛙人部落时出现的。如果他有这种能力，就让他去做吧，因为有一种方法可以同时获得神性和魔法而不会受到惩罚。所以星云决定等着看会发生什么。此刻的魔鬼鱼正解释着刚才的力量，它的名字叫做雷电，能融化生物，闪烁太阳般的光芒的力量，我可以给你。闻此，克拉克拉给予了感谢。如果你肯给我，我很乐意收下。而魔鬼鱼则是话锋一转，想要获得它是有条件的。闻此，克拉克拉随即把头一拧，刚才我怎么没听说有条件？见此，魔鬼鱼开始慌起来了。紧接着表示条件很简单，只需要你有力量就可以。克拉克拉皱起了眉头。当你开始交易时，首先说明交易条件，你需要确保传达出你能给我什么，以及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。害怕克拉克拉就此离开，魔鬼鱼连连表示抱歉。克拉克拉随后示意他条件是什么，如果你还隐瞒什么，就不会再有下次对话了。我仅凭开局获得的虫族卡牌，就让蜥蜴人部落对我产生信仰。在面对古代精灵给予魔法的诱惑，他们不仅提出了拒绝，甚至还说服了精灵信奉无名甲虫神，只因我是他们唯一信奉的神明。在克拉克拉察觉到精灵在欺骗他后，他对其发出了严厉的警告，如果接下来还有隐瞒，他将直接离开这里。随后克拉克拉便询问获得力量的条件是什么。精灵离克拉克拉更近了，因为他的能量在慢慢减少，我被封在这废墟里，这让克拉克拉很是疑惑。紧接着精灵解释道，我可以在这个空间里自由飞翔，但无法离开这里，只有从这种束缚中解脱出来，我才能恢复自由。克拉克拉询问到要做什么才能破解封印，很简单，只需要你将下面看守我封印的生物解决，你就会获得力量。而克拉克拉也好奇力量是不是指那些鼠怪所拥有的。看到克拉克拉感兴趣的样子，精灵给予了肯定。当然，但他们身上的电力微乎其微，你可以通过不断的使用它来训练这种力量，它会变得更强，甚至能让天空降下雷电。成长的力量可以与神匹敌，除了你自己，你家族里的其他人也会得到力量。虽然你在力量上的成就不会传承下去，但和你有血缘关系的后代不断训练，他们可能会变得比你更加强大。闻此，克拉克拉感到震惊不已。但为什么拥有这么强大的力量，你还是被困在这里？这是因为我的力量太强大了。人们远离危险的物品，如果他们不能远离它，他们就会把它束缚起来。克拉克拉的脸变硬起来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刚才你自己表明了自己是危险的存在。克拉克拉气喘吁吁地说道。你在隐瞒什么？或者拥有这种权利的坏处大于好处？不要再说谎了。我警告你，我现在就可以回去把这个山洞的入口堵，让任何人永远都找不到这个遗址，并警示我部落的所有后代永远不要进入。精灵一下子就陷入了恐慌状态。星云看出了他的智商并没有那么高，然而对于进入恶魔废墟的人来说，要抵挡住精灵的诱惑并不容易。不出所料，克拉克拉之所以这样做，是因为他获得了新的能力。随后魔鬼鱼缓缓道出，在遥远的过去，我是统治过这个世界的存在。我起源于一个古老的恶魔，我们的存在早已被人遗忘，就连诸神也不记得他们了。我也想不起我的出身。当我恢复意识后，就发现自己被困在这里。闻此，克拉克拉表示你也是一个可怜之人。紧接着精灵说道，一种来路不明的力量很容易让人陷入其中，因为来源不明，这让人们相信力量只属于他们，而实际上他们只是碰巧得到了它。一旦他们开始这样想，他们就会看不起那些没有能力的人。克拉克拉觉得有点难以理解，但还是点了点头。想必之前的兰陵首领和奥罗伊就是那样的情况。恶魔魔法也会让人变成那样，对吧？精灵对克拉克拉的看法给予了肯定，但我的力量是没有好坏之分的，拥有力量的人只是偶然决定。克拉克拉试图预测，如果他获得这种能力会发生什么。这种恶魔的力量似乎不同于神明给的东西，神的力量只赐予神选择的人，并由神决定。相反，如果一个人不配拥有这样的力量，其他人就会嫉妒和羡慕。如果权力越来越大，就会有人蔑视神明。克拉克拉明白了为什么他是危险的，但这种力量绝对是强大而有吸引力，并且也能提高部落的整体战力。如果能将力量加以条件限制，那它将有利于部落的发展。随后克拉克拉同意了精灵的请求，但是有几个条件。虽然力量在无差别的扩散，但如果有需要，一个人也可以通过仪式拥有力量。如果这两件事都是真的，那么是不是也可以不把力量无差别的分配，而是分配给某些被选中的人呢？精灵点了点头。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克拉克拉微微一笑，这不是重要的部分。如果人们认为这是神明的恩赐，那么从那时起它就是了。被选中的人会认为是神赐予了他们力量，他们自然会对神明产生信仰和虔诚，这样人们就不会违抗神明了。精灵试图反驳克拉克拉，但想不出要说什么。克拉克拉所说的也适用于失落世界的体系。如果那些拥有恶魔魔法的人认为他是偶然给予他们，那么获得信仰点数就会受到惩罚。相反，如果那些拥有恶魔魔法的人误以为他是神给他们的力量，那么他实际上会带来更多的信仰点数。随后克拉克拉将目光投向精灵，提出了第二个条件，你也要相信我们的神。闻此精灵顿时一愣，什么？我可是魔域的精灵，是比你们的神更古老的存在。克拉克拉示意他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接下来你以后要做什么。随后精灵慢慢平静下来，但他觉得神明不喜欢恶魔魔法的精灵。克拉克拉皱了皱眉头，不要
要把我们的神当做你的标准。无名甲虫神对有用的人很慷慨，而你看起来足够有用，你们的神明真的会接受我吗？如果你接受条件的话，虽然我不知道神明所有的愿望，但在所有了解他的人当中，我是最了解他愿望的人。闻此，精灵便下定决心，随后他叫住了克拉克拉，并说出了他真正的名字普兹。事实上，我在一些事情上对你撒了谎，我不仅被困在遗址里，守护着这个地方，废墟的挑战者必须打败的守卫，他也是在我的统治之下，我控制着遗迹的一切，这一切都是为了测试你的资格。我骗了你，你难道不生气吗？克拉克拉摇摇头，他早就预料到了，宽恕不是战士的美德，但我身为部落首领，宽恕与理解确实是部落首领必须要有的东西。想必你在这个潮湿又阴森的地方待得久了，性格就会变得有点孤僻吧？你出去以后需要看一些更美丽的东西。然后普兹问道：“我还是不知道你的名字。”克拉克拉嘴角微微上扬，告诉他：“那么测试结束了，我将接受你提出的所有条件。你也同意这个交易吗？”克拉克拉给予了肯定。当然。与此同时，星云面前出现消息窗口，一个恶魔魔法精灵想要臣服于你，如果你接受，你将收到恶魔魔法区域雷电，你愿意接受吗？星云毫不犹豫地点击了确定键，这就是能克服惩罚得到魔法的唯一方法，将恶魔的魔法转移到神的信仰上。克拉克拉在没有获得提醒下竟能想到这个，星云对他的做法很是满意，也许能预见你是彼此的幸运。画面一转来到9年后，一座牛骨砌成的碑出现在面前，高的足以从远处的荒野中看到。这座古塔建在克拉克拉第一个建造的旧塔的上面，不仅是用来表示对无名甲虫神的信仰，现在也被用作一个里程碑。蜥蜴人正给眼前的人类讲述着蜥蜴人部落的事情。在听完他的故事后，男人也好奇地问道：“闪电是什么颜色？”蜥蜴人回答道：“是蓝色。”就在两人想继续聊天时，突然听到远处传来的动静，没想到是猎狗部落的人。男人紧张地问道：“接下来该如何做？因为他们可能是萨尔凯特的人。”蜥蜴人部落和猎狗部落信奉不一样的神明。欧文一脸厌烦地低下头，如果他们真是萨尔凯特的，自然是要给他们一个教训。蜥蜴人部落再次迎来了加强。库尔卡，一种非常迅猛的生物，是蜥蜴人部落通过杂交获得的物种，也因此他们拥有了荒漠里最快的骑兵团，让部落成为北部最强势力之一。在欧文发现了有一群猎狗部落的人之后，他果断地拿出了弓箭，打算给他们一个小小的教训。下一瞬，一股雷电之力就附着在弓箭之上，而此刻的猎狗部落还未察觉到危险来临，突然间一支弓箭就出现在他们跟前。见此，小弟连忙表示有敌袭，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，一道雷电就从天而降，顷刻间他们全身便被强大的电流覆盖。该死的是蜥蜴人部落的人。看到他们狼狈的样子，欧文很是满意，而一旁的人类却是一脸的不可思议。随后猎狗部落的人惊慌失措地逃离了这里。顺便更正一下，我的名字叫欧文。闻此，人类也是顿时愣住，我都不知道你是这么重要的人物。随后欧文从胸前拿出一根棍子，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使用我的力量了。棍子的末端是圆的，并且里面镂空。当他呼气时，一股白烟从他嘴里冒了出来。人类猜到了那是一个烟斗和烟草，被选中的黑灵蜥蜴人使用的仪式工具。他们使用法力后需要抽那种草药吗？那人等着欧文把烟草抽完。欧文注意到人类充满了疑惑，如果好奇可以问我。于是人类开口问道：“你有这么强大的力量，你为什么要独自在这片荒野中过着艰难的生活？这是我无法理解的地方。”欧文轻轻地吐出了一口烟雾，这也是有原因的。我是一个罪孽深重的人，这让人类更加疑惑了。可蜥蜴人对你很尊重。欧文再次吸了一口。我曾经背叛过很多同胞，但有人给我指明了一条路赎罪，通过故事和文字传播无名甲虫神和部落首领克拉克拉的名字，这是我选择的赎罪之路。人类示意欧文，即使你不这么做，在这荒野上没有人不知道黑灵部族。克拉克拉首领就更不用说了。紧接着欧文便询问起他的名字：“你难道也是流浪者吗？”人类抓了抓自己的胡子：“我不是流浪汉，我来自自动城。自动城是一个孤立的山谷，位于荒野的西南端。自动城也是猎狗部落和黑灵蜥蜴人密切关注的领域，所以你是自动城领域的使者。”人类给予了肯定。我要去拜访黑灵蜥蜴人，转达自动城之王的话。欧文对此感到非常抱歉，原来是我们的客人。与此同时，欧文吹响一声口哨，随后从远处跑来了一只2.5米高的鸡头怪。人类见此大惊失色，难道是科加特里斯？欧文否定了他的看法，这是科加特里斯和鸡的杂交品种，这可把人类看得一愣。他不知道蜥蜴人部落是如何做到的，而欧文决定亲自带他去见克拉克拉首领，但作为回报，你得全程听我讲故事。画面一转，只见一支浩浩荡荡的蜥蜴人军队正朝前方走去，而领头正是他们的首领克拉克拉。随后，一个跑腿的男孩朝克拉克拉说道：“独臂老者说他的生命危在旦夕了。”闻此，克拉克拉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，他还有很多话要跟克拉克拉首领交谈。于是克拉克拉示意队伍就地扎营。随着克拉克拉的喊声，在其他队伍中间的每个蜥蜴人战士都向所有其他蜥蜴人重复他的话。看着一脸心事的克拉克拉，卓尔示意他遇到了什么事情。随后克拉克拉告诉了他关于独臂的情况，卓尔也感到非常难过，这注定是一个悲伤的夜晚。老蜥蜴人为克拉克拉和黑灵蜥蜴人做了很多事，人们给他起了很多名字：长者、独臂蜥蜴人、向导，还有捕星人。他通常被部落成员称为长老。片刻之后，克拉克拉来到独臂蜥的帐营，并询问着他的情况。大夫感到非常抱歉，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。独臂迷迷糊糊地张开眼睛，我很累，我想起来我做了很多的事情，我去过很多地方学习，因为我少了一条手臂，以至于我流浪了很久，直到遇到了首领。独臂示意克拉克拉不必难过，每个蜥蜴人都会有这一天。克拉克拉缓缓坐在床前，所以我决定在我的最后一次旅行中奢侈一下，我决定偷走部落里最忙的人的时间，时间很宝贵，不是吗？克拉克拉笑了笑，这是有趣的话题，但我
不认为这是你最后一个玩笑。随后独臂意味深长地问道：我要问一个只有你才有资格回答的问题，我们死去了，我们会发生什么？成神了，成神了！星云终于进阶到了神明境界，成为半神之境，激活了一项特别的技能，开辟小世界。在独臂蜥奄奄一息的时候，他问了克拉克拉一个问题：当我们死后会去到什么样的地方？克拉克拉沉默了片刻，因为他也不确定。人们说，当你死后你就永远沉睡了，你也认为我们会永远睡下去吗？克拉克拉犹豫了一下，为什么你认为我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？独臂缓缓说道：我是这样想的，甲虫神在我们迷路的时候救了我们，所以我相信即使我们死了，他也会指引我们。你认为这违背了神的旨意吗？克拉克拉点头给予了肯定。当我们迷路时，甲虫神会指引我们，即使死后他也一定会指引我们。独臂脸上带着满意的表情问道：你认为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？当我们见到神明时，会是从尴尬的致敬问候开始吗？克拉克拉交叉着双臂示意他：我不确定，但我觉得不会那么无聊。那里会有一个巨大的场地，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奔跑。在这个空间里，每当你迈出一步，就会发出轻微的嘎吱声，你的尾巴尖就会愉快地穿过草地，还会有一块巨石。累了可以躺下来休息。天气总是很好，不，如果天气总是一样，那就不好玩了。所以有时天气阴沉多雨，也会有一条漂亮的河。真的会有这样的地方吗？如果可以，我希望能有一个家让我休息，因为我不想住在帐篷里。这位长者已经厌倦了四处走动，帐篷意味着要再搬到某个地方去。我想找一个地方安顿下来。克拉克拉抬头看向星空，我们总有一天也会到达那里，想必神明也会把星星带上去吧，因为它可以给我们找到回家的路。就在这时，克拉克拉看到了无名甲虫神的指引，一只蓝色的蝴蝶缓缓落在他的手背上。你看见了吗？但此刻的独臂蜥眼前一片漆黑，克拉克拉顿时紧张起来。随后克拉克拉皱着眉头说道：我还有一件礼物要送给你。独臂笑了笑，便缓缓闭上双眼。你又想鬼混了？当独臂吸的最后一口气到达蓝蝴蝶身上时，蓝蝴蝶拍打着翅膀飞走了。克拉克拉轻轻地摇了摇独臂的身体，同时喊着他的名字。蓝色的蝴蝶飞出帐篷，继续向天空飞去。黑林蜥蜴人部落正忙着准备扎营和葬礼，然后是暮色降临的荒野，最后蓝蝴蝶落在了另一只手的背上。当你死在失落的世界里，会发生什么？星云很清楚那个答案，创造死后世界的条件已经完成，你是否要创建？星云果断点击了确定键，在等级、资源、信仰达到条件的情况下，玩家就可以提升自己的级别。这个阶段可以称之为半神，并且可以创建自己的小世界。死后的世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，只要结合精心设计的世界观，玩家获胜的几率就会增加。天堂的概念与地狱一起使用也是很常见的。如果地狱是死后唯一的归宿，那就没有理由相信神明了。惩罚应该与奖励相辅相成，它可以传递出维护道德和伦理的信息。也许它能成为一个战士的训练场，因为在死后世界受过训练的灵魂也有可能会被送回地面。但现在玩家很难利用灵魂所拥有的知识或力量，因为这需要消耗大量的信仰点数。可随着游戏进入后期阶段，灵魂将变得对玩家非常有帮助。然而没有必要从一开始就急于求成，许多事情仍处于起步阶段。此刻星云正在思考如何扩展那个小世界，随后给它命名为原始草原，紧接着打开了他的仓库窗口，把所有的灵魂都分散到了草原。数以百计的灵魂变成了蓝色的流浪蝴蝶，降落在草原上。那些自认为是蝴蝶的精灵一旦降落在草地上，就会想起自己曾经是蜥蜴人，并变回以前的样子。但在原始草原，他们没有伤痕，没有疲惫，也没有致命的疾病。蜥蜴人闭上眼睛，想看看这一切是梦还是真的。不料差点在下面睡着了。这就像克拉克拉说的，是一片宽阔无比的草原。虽然没有石头造的房子，但我已经非常满足了。想必我不需要房子什么的。他抬头看着晴朗的天空，这也许是最好的礼物。一场部落与部落的冲突，却是神明与神明的对决。经过9年的猥琐发育，玩家之间的序幕终于拉开。在独臂蜥死亡之后，他的灵魂来到了星云开辟的小世界，看着一望无际的草原，他想起了与克拉克拉最后一次对话。这次谈话好像是一场梦，但同时又非常真实。现在独臂这个称号已经不适合他了，捕星手也许会更好。与此同时，他注意到草地上到处躺着其他蜥蜴人，他们闭着眼睛面对天空。他们还没有醒来吗？捕星手四处徘徊，不知道是否应该叫醒对方。看起来睡得很香，所以叫醒他们似乎很不礼貌。在其他蜥蜴人当中，捕星人看到了一些熟悉的面孔，他是最勇敢战士中的一个。原来在一次迁移中，他们受到了哥布林的偷袭，克拉克拉兵分两路对他们发起了进攻，没想到哥布林会从中间偷袭。这里大多数是老人与孩子，当时的独臂对此无能为力。就在这危急关头，一部分年轻蜥蜴人勇敢地站了出来，独臂教会了他们如何算数，而他们打算用自己的生命换取更多的生命，因为如果他们认为有必要，他们会违抗首领的命令。这是没有人希望看到的英勇牺牲。对于没能回来的战士，克拉克拉很是生气。克拉克拉认为也许不应该教他们算数，擅长数数的战士们不听我的命令，他们认为用1条命救2条命是很好的算术。克拉克拉无可奈何，只能发泄心中的愤怒。看着熟睡的战士，捕星手并没有把他叫醒。他的事迹鼓舞了很多战士，能再次看见他，捕星手已经很高兴了。看着微风拂过的草地，捕星手回过神来，难道神明不在这个地方吗？与此同时，他看见了树后面躲藏着一个蜥蜴人，捕星手大声地呼喊着他，随后直接起身追了过去。在他来到树下时，却不见了那个人的身影。当捕星手来到森林，很快又发现他的身影在树林间忽隐忽现。片刻之后，捕星手就发现了一间房子，他小
心翼翼地停下了脚步，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他缓缓上前。此刻他的心里很多疑问：神明为什么会选择蜥蜴人部落？难道是蜥蜴人比其他种族有优势吗？还是神明比较仁慈？亦或者是因为我们比较有用？那么我们依靠神明对吗？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再有用了怎么办？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。克拉克拉说过，这可能是一个巧合，但这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选择。也许这只是在给定条件下尽力而为的结果。捕星手也同意了克拉克拉的看法。与此同时，他也来到了房间的中心。随后，台上的天文望远镜引起了捕星手的注意。他虽然第一次见到这个东西，但本能的反应让捕星手很快学会使用它。紧接着，他朝洞口看去，这是他第一次看清星星的样子。星星真的是这样吗？他反复的看了看，确信了这就是星星的最终形态。想必我要重新计算一下恒星的运动轨迹，因为以前所知道的是很浅薄的知识。捕星手想了想，如果这些知识能够传给活着的蜥蜴人，那将提供非常大的帮助。既然人死后就回不去了，神明为什么要创造这样一个地方呢？就为了看一个老蜥蜴人开心吗？这位捕星手知道事情不是这样的，他抚摸着机械装置，上帝总是尽力而为，他不会无缘无故做任何事。这些知识在未来肯定会变得有用。星云对捕星手的表现很是满意。死后的世界并不是死人的归宿，同时也极大的影响了那些信仰神的人的价值观。如果战士进入小世界，他们的种族就会梦见英灵殿。那么如果一个学者进入，他肯定会为技术进步奠定基础。但到目前为止，星云创造的小世界有了一个完美的开始。最后他看了一眼捕手的后背，然后走下观星台，要开始为接下来的工作做好准备了。新的风暴即将出现，死后世界必须开始正常运作，因为猎狗部落拥有比蜥蜴人更先进的钢铁技术，甚至驯服了凶狠的剑虎。他们的技术力量和动作是不寻常的，所以他们背后一定有玩家。但在与其他玩家开战之前，需要做好充足的准备。经过9年的发育，星云已经准备好很多底牌，现在是时候开启新的篇章了。他们是胜率最低的虫族，我却要靠他们成为神明，因为我知道他们前期虽然处于劣势，可一旦发育到了后期，他们将成为无敌的存在。而现在终于到了与其他玩家对抗的时候，玩家们正在慢慢扩大自己的领地，而星云为了不落后于其他玩家，在这9年期间，他在虫族的发育上投入了大量的资源。现在他的手里有3只庞大的昆虫大军，而其中速度繁衍最快的是一群被称为黄群的昆虫，他们可以轻易地控制其他玩家的农场。星云正悄悄地把他们散布到大陆的各个角落，让他们慢慢发育，以免其他玩家察觉。而黑甲虫被星云用作搬运工，上次的病毒搬运被用于蛙人身上。最后的是虫巢，在那里星云饲养着各种各样的昆虫，让他们啃食其他部落的食物。在没有充足食物的情况下，他们就会依附于强大的部落。在克拉克拉的帮助下，他们也会对甲虫神产生信仰。现在控制南部的岛屿只剩下时间问题了。现在的问题是，星云该如何处理那些有过激行为的玩家？与此同时的另一边，欧文带着一个客人回到了蜥蜴人部落，随后一旁的族人告诉他独臂长老离世的消息，身后的人类也感到惋惜。他的事迹我们都听说过，今天可能不是一个好时间。欧文否定了他的看法，我们不认为让一个陌生人来参加我们的葬礼是件坏事，相反，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吉祥的标志，至少多一个人来分担我们的悲伤不是很好吗？欧文随后带人类来到葬礼前，一个体格健壮、头上带着水牛角的蜥蜴人出现在他面前，在蜥蜴人当中一眼就看出他是一个特别的存在，想必他就是黑林部落的首领克拉克拉。看到部落首领流泪，他感到非常奇怪。闻此，欧文感到非常困惑，人类难过的时候不会哭吗？他点了点头，人类的领袖不会在这种公共场合流泪，因为他们为了自己的名誉。欧文轻叹一声，不同的种族有着不一样的价值观，虽然我知道名誉是什么，你说的是如果部落首领表现出软弱的一面，在他指挥下的战士会认为首领是个软弱的人，对吗？但不要试图向其他蜥蜴人解释这一点，因为他们是不会理解你的。对于蜥蜴人来说，我们认为有些东西比声誉更重要。就在这时，克拉克拉转过身来，欧文表示抱歉，想必我回来晚了。紧接着他也注意到了一旁的人类，欧文示意他这是来自自动城的使者，他礼貌地向克拉克拉鞠了一躬，我是自动城的使者华威。克拉克拉和欧文低声交谈了几句，克拉克拉笑了笑，你一定走了很远的路，但是我很抱歉，我们今天要熬夜了，所以我想开门见山地说，你觉得怎么样？闻此，华为有一种不好的预感。画面一转，两人就来到了室内。克拉克拉对此深表歉意，我希望你明白这是我们的传统。华为点了点头，随后他从胸前拿出一份包扎起来的物品，这是自动城首领的礼物，希望你能收下。克拉克拉打开了袋子，里面似乎有一块白色岩石。克拉克拉一把它拿在手里，马上就知道那是什么了，这是岩岩。人类给予了肯定，这是我们引以为傲的产品，首领送给蜥蜴人部落的第一份礼物，一种极其稀有的物品。克拉克拉笑了笑，因为他知道这不仅仅是一份简单的礼物，有一些东西给礼物提供了背景。接下来还有第二、第三份是吗？他的脸被胡子和皮兜帽遮住了一部分，笑着说：“请接受。”克拉克拉眼神变得犀利，点了点头，然后他用力地握紧岩岩，下一瞬它碎成了渣子，从克拉克拉的指缝里掉了下来。华威顿时愣住，他不明白克拉克拉在做什么。紧接着，克拉克拉拍了拍手：“回去告诉你的城主，我收到了一份好礼物，而我把它捏碎是奉献给我们的神明，我想他应该会很高兴。这可是自动城的礼物。”克拉克拉点了点头：“我很好的利用了它，这不是很好吗？”与此同时，人类示意克拉克拉：“你知道那不是送礼
礼物的目的，因为以后还会有更多。克拉克拉轻轻挠了挠嘴角，我确实听说自动化之王很富有，但他派人送这么多盐有点奢侈。我希望你带更多的物品来交易。华为强忍住怒气，他看起来像一只经验丰富的蜥蜴。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来自不同的种族而无法交流。虽然看起来他的行为很粗鲁，但表现出来的并不是粗鲁。他通过外表途径表达了他的拒绝。就在华为准备离开之际，克拉克拉示意他，比起玩文字游戏，我更希望你能直接表达它。华为侧着脸问道：“你肯定明白这个提议，那你为什么拒绝呢？”克拉克拉交叉着手臂，举起一根手指。首先，我不喜欢接受别人拒绝的提议，因为我不喜欢捡废品。如果别人曾经拒绝过你，那不是因为这个提议毫无价值吗？华为不明白克拉克拉在说什么，这可是自动城主给予你的礼物。克拉克拉打断了他：“你真的认为欧文碰巧遇到你，然后把你带到这里是因为你运气好吗？”原来欧文早就猜到了华为的目的，因为自动城的方向在西方，而他是从北方过来的。北方是猎狗部落所在的地方，也就是说，你已经向他们提出了同样的建议，然后被拒绝了。华为听着克拉克拉的话，一句话也没说。他们本是不同的首领，却做出了相同的事情。面对人类给予的盐矿资源，克拉克拉果断地提出了拒绝，因为如果可以，吞并人类的城堡是最好的选择。就在此前，克拉克拉经过简单的推断，就猜到了会是被猎狗部落拒绝了才来到蜥蜴人部落。自动城是一座古老的遗迹，一般人很难找到它的位置。它的墙体有5米多高，并且有泥冰给城墙自动修复，也是失落世界的真正奇迹。此外还有地理优势，它位于通往大陆的绝佳位置，这就是自动城寻求保护的原因。城中有丰富的盐矿和食物资源。面对默不作声的会，克拉克拉笑了笑，因为他知道会的身份不是使者，而是自动城的城主。像你这样隐藏身份的人送礼物，我不能接受。你也好奇我是如何得到这个结论对吧？第一点就是你透露的名字，想知道蜥蜴人对你们自动城了解多少？即使在自动城堡里，也很少有人知道你的名字和长相。对于他们来说，很少人知道这件事情。凡与城主有血缘的人，名字里都有惠子。我听说你有4个儿子3个女儿，从你手上的皱纹来看，对于人类来说你也不年轻了。所以克拉克拉推断出了他真正的身份，自动城城主慧玄。闻此，慧玄对克拉克拉很是满意。随后他缓缓摘掉帽子，没错，我就是自动城的城主。紧接着他缓缓坐到地上，其实我们可以免费给你提供盐。克拉克拉摇了摇头，天下不会有免费的午餐，即使是贪婪的猎狗部落也拒绝了你，证明了他们有很强的洞察力。如果我们接受了，就必须要保护自动城。当你们遭受到敌人攻击时，因为我们会对盐矿产生焦虑，这不就是你的本意吗？慧玄小心翼翼地解释道，这就是所谓的外交。但让他好奇的是，这明明对蜥蜴人部落有好处，克拉克拉为什么要拒绝呢？克拉克拉笑了笑，我相信你已经从别人那里听到了同样的答案。我们为什么不占领自动城？那样里面的所有资源不都是我们的吗？闻此，慧玄顿时一愣，他抑制住自己的愤怒。蜥蜴人部落也要攻击我们了吗？克拉克拉否定了他的看法，这只是对蜥蜴部落有利的做法，因为外交没有任何好处。慧玄皱了皱眉头，不要小看了自动城，但对于蜥蜴人来说，即使是受到一点小小的伤害，他们也能拿下自动城，因为他们有假城神，那些围墙对他来说如同碎片。现在他们的城主也在这里。慧玄笑了笑，他知道克拉克拉是不会杀他的，如果他现在死了，自动城会选出新的继承者，这让克拉克拉很是疑惑，这与蜥蜴人部落有什么关系？慧玄随即举了一个例子，想必你听说过围棋，我们把白石和黑石一个接一个的放在交叉的行上，在这个游戏中，你只要完全盖住对手的棋子就能赢。但现在游戏规则已经不是重点了，重要的是我是这块板上的一块石头，因为真正的比赛已经开始了。这是一个游戏，2个神把自己的部落当作棋子，在棋盘上猎狗与蜥蜴人开始了一场比赛，而自动城就是这个游戏，因为他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他的孩子开始讨论神明。克拉克拉眼里闪出一丝亮光，我也无能为力。原来就在3周前，星云和霸权同时找上了自动城，并触发了文明冲突。见到老熟人霸权上前给予了问候，还记得我们的最后一场游戏吗？这一次我将会是最后的赢家。星云没想到霸权还是老样子，我猜你可能忘记了，这将是最后一轮游戏。面对眼前的玩家，星云很清楚他的玩法，虽然看起来很简单，但是他在冲突中有一种动物般的本能，所以星云没有必要去适应他擅长的玩法，而霸权的想法也与他不谋而合，所以你想用不同的方法来决定谁是赢家，对吧？星云给予了肯定，那就是将自动城和人类置于危险之中。来了，神明之间的对局终于开始了。矛盾预言，他们需要从5位候选人之间选出继承者，并对他们发起矛盾考验，而玩家的第一次对局会鹿死谁手。所谓预言，是神性等级达到6或更高时才能使用的技能，这就像是玩家给自己的任务。由于消耗了投入预言的神性经验值减少，如果运气不好就会受到惩罚或发生负面事件。而矛盾预言来源于一个故事，矛盾预言是指2名玩家做出的预言相互矛盾，例如玩家甲和玩家乙会对个体 C 进行预言，玩家甲会预言 C 将在3天内死亡，而玩家乙会预言 C 在3天后仍然活着，玩家 A 会在接下来的3天内尽力杀死 C， 而玩家 B 则会想尽一切办法保护 C 不死，这样只有玩家 A 或玩家 B 中的一个会实现自己的预言，另一个则会失败，这样一个人会得到奖励，另一个则会受到惩罚。霸权对这个矛盾玩法很是满意，而他们眼下正有一个发起矛盾玩法的机会，因为自动城主在选择他的继承人，而2人也好奇谁会成为新一任城主。经过2人对自动城的讨论，他们得知了自动城主现在有5个孩子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星云和霸权选择不同的人，并预测他们将成为下一个自动城的主人，那么他们的预言肯定会互相矛盾。但星云对他们的性格不是很了解，紧接着霸权便把他们详细资料分享给了星云。第一个是大儿子丹，
一个30出头的男人，他的能力比较出众，深受慧玄的信任，是最有实力的候选人，并且得到了4个家族中的2个家族的支持。第二个是君，一个20多岁的男人，他是单同父异母的兄弟，他的性格有点软弱的，并且不向别人展示自己。有传言说他对成为继任者不感兴趣，只有他母亲的家族支持他。第3个孩子叫金，是个20多岁的女人，她的母亲和第1个孩子一样，她经常外出，并且隐瞒了自己的身份，但与猎人和混混相处融洽。她得到了最后一个家族的支持。第4个孩子是景，一个20出头的女人，她的母亲已经离世了，她的外表也很奇怪，就好像被诅咒了一样。这就是为什么她被城主和其他家庭成员疏远了。最后一个孩子是明，人们都说他聪慧过人，多才多艺，他是最小的孩子，深受大家的宠爱。介绍完所有继承者后，霸权示意星云觉得怎么样？要不要给他点思考的时间？星云拒绝了他的提议，让我们现在马上开始吧。随后2人果断选择了自己看好的候选人。星云与霸权建立一个矛盾预言，如果预言失败了，将遭受巨大的损失，你是否要建立任务？2人异口同声选择了确定，并交换彼此的候选人。霸权选择的是第2个孩子慧君，而星云选择的是第4个孩子慧锦。这可把霸权看得一脸迷糊，看着他的反应，星云知道他肯定没料想到选择彼此的候选人不一样，也就是说矛盾预言成立。那么现在就是确立彼此的任务。伴随着霸权的手掌落下，玩家霸权和玩家星云的矛盾预言被失落的世界认可。另一边，自动城的城主之所以以身犯险，是因为流传的2个预言。他起初选择了无视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候选人落在了君和景身上，并且这个时候2个庞大的部落正朝自动城靠近，所以他知道事情肯定与2个部落有关。正如他猜测的一样，在见到2大部落首领后，他没有死亡。他不知道自己是开心还是绝望，因为这就证明了他还是一个重要的棋子。随后克拉缓缓开口，如果你把外交和尊重放在一边，你就可以选择其中之一。所以萨尔凯特和我，怒牙神还是蓝虫神？但慧玄并没有回答。如果剑齿虎和凤头鹦鹉出现，我不得不把头伸进他们的嘴里，看看他们哪个伤害更小。克拉点了点头，你那样想真可惜，不过把你的头伸进鹦鹉嘴里不是更好吗？闻此慧玄看着地上的棋子，如果我让剑齿虎和凤头鹦鹉互相厮杀，赢家很可能会精疲力尽。克拉听出了他的言外之意，所以你还不想选择吗？他理解慧玄的做法，现在的情况也许什么都不做反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而慧玄也没有说什么，随后他缓缓起身。现在他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你终究也只是游戏场上的石头而已，你不觉得害怕或愤怒吗？克拉自信地笑了笑，因为他想等事情结束了再回答。片刻之后，他便离开了蜥蜴人部落，而外面早已有人等候他的出现。随后他换回自己的衣服，并将留了3个月的胡子剃掉，便踏上返回自动城的路上。与此同时，一滴水打在侍卫的脸上，当他抬头看去，发现是城主留下的，这让他很是疑惑。女孩从小就被人视为不小，因为她出生时头上就长出了一双诡异的触角，人们都说她被诅咒了，因此对她避而远之。而正是这样的人却被神明选中。正如他们所说，事故从小就发生在她身边。13岁那年，她从市场的台阶上摔了下来。14岁的时候，她突然被指控偷盐，因此被关了4天。15岁时，木板诡异的断裂掉到茅厕里，这可不是开玩笑，这真的是危及生命的情况。就在3周前，她从小路运输货物，没想到车轮突然出了问题，因此连人带车掉到了悬崖下方。但好在她抓住了岩石，不然真的就是车毁人亡了。此刻她已经快坚持不住，因为她有一只脚已经摔伤，但她只能不断的鼓励自己。慧锦，相信你可以的，毕竟只能靠你自己。可就在这时，一道声音打断了他，抓住我的手。当慧锦抬头看去，没想到是蜥蜴人部落的人，而蜥蜴人也看出了他在犹豫。你真的不愿意抓住我的手吗？见此，慧锦很是疑惑，他不明白这里怎么会突然出现蜥蜴人。紧接着他缓缓开口，我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当做报酬。还没等他说完，蜥蜴人便抓住他的手，一把将其拉起，因为他不会要任何东西。而此刻蜥蜴人也好奇，这条路这么窄，你是怎么敢把货物装满？闻此，慧锦十分尴尬，如果齿轮不坏，我就平安的过去了。随后他缓缓起身，并询问蜥蜴人的名字。蜥蜴人先是愣了一下，我叫赛兰。对此，慧锦给予了感谢。就在慧锦准备离去时，赛兰拦住了他的去路。我们的事情还没有说完，慧锦小姐。闻此，慧锦瞬间警惕起来，因为他从来没有说过他的名字。难道我真的要跟他动手吗？赛兰示意他不用紧张，这是克拉告诉他的。可慧锦很是疑惑，克拉不是黑林部落的首领吗？那个拥有雷电之力、第一个获得神选祝福之人，在这片大陆上没人不知道他的故事。但是他这么强的人怎么会来找我？而赛兰给他解释了最近出现的2个谣言，关于自动城继承者落在第2和第4个孩子身上。可慧锦对此却浑然不知，因为他刚从很远的地方买完丝绸回来。难道这样的谣言你们也信吗？赛兰并不在意谣言是真是假，他只是在执行任务。慧锦却表示让他去找其他人，因为他只是一个被自动城抛弃的弃婴。这个谣言对他的兄弟姐妹更有利。赛兰拒绝了他的提议，因为他第2个任务就是保护慧锦的安全。闻此，他顿时一惊，他不明白为什么保护他。也正因如此，你的家族成员会对谣言很敏感，他们不会让一个其他变数存在。但慧锦表示可以自己保护自己。赛兰没有说什么，因为他保证要完成他的任务。为了让赛兰远离自己，慧锦撩开了他隐藏在头发之下的断脚，这是一个不祥的诅咒。他出生时母亲就是被他的触角划破了肚子。除此之外，不幸的事情总是发生在他周围的人身上，所以你现在赶紧离开。赛兰沉默片刻，对此我感到很抱歉，但不管你的诅咒是不是真的，我接受了首领的命令，代表部落的意愿。
即使你拒绝，我也会保护你的安全。慧景也没有办法，因为他知道恐吓已经说服不了他。无奈的是自己也打不过强壮的蜥蜴人，但有一个帮手也不是一件坏事。紧接着他便表示要下去拿他的丝绸，而赛兰一眼就识破他的小心思，你的腿已经受伤，只要你开口我就可以帮你。闻此慧景一下子泛起了泡泡茶壶，因为这是第一次有人提议要帮他，请帮我把丝绸拿上来好吗？赛兰笑了笑，愿意为你效劳。很快两人便踏上返回自动城的道路，而慧景也很疑惑蜥蜴人是如何知道他行踪的。原来赛兰知道了慧景用一个叫芒基的名字与他人做生意，但慧景感到很奇怪，他的合伙人怎么会这么轻易就抛售他的信息？原来赛兰用了一袋盐才换来的，并且他们还告诉赛兰，芒基借了一辆手推车没有还回来，所以他们觉得自己被骗了，因此便毫不犹豫地告诉了他，你不觉得你已经丢失了很多商业伙伴了吗？这让慧景十分尴尬，嘿嘿，也许他不应该贪小便宜的。与此同时，两人很快就回到了自动城附近，殊不知危险已经悄悄来临。就在这危急关头，赛兰毫不犹豫地用手掌抵挡下了暗器，而他的手也因此被穿透。看来克拉首领的担心是对的，因为继任者的争夺战已经开始，他们本是为了生活奔波的小商贩，如今却被拒之门外，只因城中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，任何外人都不得入内。在赛兰和慧景回到自动城外围时，却突然遭到蒙面人的暗杀，但他们根本就不是战士赛兰的对手，不到一个回合就败下阵来。见此，慧景也感到不可思议，因为他听说蜥蜴人部落有一个很厉害的战士叫尤尔。赛兰给予了肯定，他是蜥蜴人部落最强大的战士之一，而赛兰的格斗技巧就是跟他学来的。让他感到意外的是，赛兰的医学也相当不错，原来这是他在卓尔身边跑腿时学到的，因为他知道卓尔负责处理蜥蜴人部落的内部事务，尤尔是最强的战士之一，能在这两位人物身边学习，这说明他是蜥蜴人部落中很重要的成员。慧景也没想到会派这么重要的人保护他，这也许不是一件坏事，而一切星云早已料到，但不宜派大量的蜥蜴人前往，所以他才选择一名信任的战士，让他像流浪商人跟在慧景身边保护他。星云相信霸权也会这样做，只要对方不先下手为强，他也没必要打破局面。画面一转，当慧景回到门口时，却发现城门是紧闭的，并且拒绝任何人入内。随后他便向一旁的狐狸打探情况，从狐狸口中得知现在自动城禁止出入。闻此，慧景有一种不好的预感，因为城门不会无缘无故的关闭。画面一转，慧景就找到了四大家族之一的乔家，见到慧景，乔家家族也很是头疼，这让慧景十分生气。该生气的是我才对，毕竟我刚才可是差点被暗杀了。看到慧景如此平静，乔家主知道他还没了解现在的情况，紧接着他便介绍起了赛兰，多亏了他才躲过这一次暗杀。而蜥蜴人也介绍起了自己，我叫赛兰，是来自黑林部落的战士。闻此，乔家主对他的出手给予了感谢。而两人之所以来找乔家，是因为他从哥布林口中知道这次的刺杀与乔家无关。那是当然，我们可不像其他家族那样做事。随后慧景便询问起了关于城中的事情，而乔家主也是告诉他城中发生的一切。闻此，慧景内心猛然一震，怎么会？乔家主知道城主不在自动城，这也加剧了继承者之间的争斗。而现在他们的第一位继承者慧丹失踪了。片刻之后，两人便来到慧丹的书房。慧景也不知道已经多少年没有踏进这里了。小时候慧丹很照顾他，但慧景懂事后就选择了回避他。就在这时，赛兰嗅到了桌角底下有血腥的气味，于是赛兰把桌子底下的毯子掀开，底下果然有着明显的血渍，并且看样子有人试图将它擦掉。随后乔家主告诉两人，这个他们也发现了，所以他们推断慧丹已经死了。现在让他们困扰的是他们没有找到遗体，而自动城在第一时间已经封锁了大门，防止凶手跑出自动城，要不了几天凶手就会浮出水面，因为他掩盖不了难闻的气味。但慧景知道凶手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，他既然敢在这么多人的眼皮底下动刀子，那就说明他做足了准备。就在这时，慧景脑中传来一阵诡异的笑声，你想不想要我告诉你真相？难不成你又想坐以待毙？而一旁的赛兰也察觉到了他的意图，突然慧景示意众人，凶手可以把他放在盐里保存，最后处理掉，但需要一个很大的罐子和大量的盐，也就是说他会处理遗体，并且还会腌肉。想必只有猎人和屠夫才会这么清楚，但到底是为什么？就在这时，赛兰也猜到了凶手的目的，是为了防止腐烂，这样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处理掉。而具备这样条件的人并不多，一个在家里的罐子放了很多咸肉的人，并且可以出入这间书房。这一切的矛头指向了一个人，拥有猎人身份的另一个继承人，也就是他的三姐慧珍。你以为这是非诚勿扰的灭灯，但这其实是兄弟姐妹之间的厮杀，下起手来都得加钱。老三用麻袋装了老大，而最小的老五则是在他逃跑的路上将其狩猎。本以为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殊不知这一切都在猎人的注视之下。老二轻轻松松就解决了3个继承者，而现在还剩最后一位。在慧景回到自动城时，他得知了慧丹被杀的消息，通过他的推断，最终将嫌疑人锁定在慧珍身上。乔家主同意了他的看法，慧景的推理很有说服力，因为几大家族得知慧丹被杀后，所有人都认为慧珍是头号嫌疑犯，但事情并不像表面上看上去那么简单。原来就在慧珍得知慧景推断他是凶手后，他便连忙找一个地方掩埋。就在他愣神之际，一道声音打断了他，而慧明已经在这里等候多时。他也没想到
到慧明知道他的去向，伴随着慧明的一声令下，一旁的侍卫便被无情射杀，这让他顿感不妙。没想到他也是一个心狠手辣之人。慧明示意他不用那么生气，毕竟你可是先杀死了最有潜质成为城主的慧丹兄长，这一切不都是为了城主的位置吗？现在是时候结束这该死的兄弟情谊了。手无寸铁的慧真只能狂怒地叫着慧明的名字，很快他就倒在了弓箭之下。随后2名护卫便上去查看慧真的情况。就在慧明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时，下一秒他却是瞳孔剧缩。待他缓缓向下看去，没想到是一把利刃贯穿了他的身体。你说的没错，现在是时候结束这该死的兄弟情谊了。完成这一切的慧晶眼神狠辣，这里躺着3个兄弟姐妹，而现在还剩最后一个，我不会让你等太久的。慧景。画面一转来到第2天，当慧景得到这个消息后，感到非常震惊。慧丹找到了，并且旁边还躺着慧真与慧明。虽然凶手在刻意隐瞒身份，但这已经很明显了。他先是等慧明送走慧真，然后再出手除掉慧明，这样他就可以一举两得了。再加上哥布林接到的神秘人任务，想必也是他。如果赛兰没有出现，那么这就变成了一起简单的抢劫案。现在真正的危险已经来临，但慧景没有感到害怕，因为他已经做好了准备。与此同时，乔家主示意他，刚刚乔家内部开了一个紧急会议，而慧景似乎听出了他的言外之意，他不慌不慢地喝了一口茶。所以乔家的立场是什么？经过乔家内部的讨论之后，发现慧晶并不适合担任城主这个位置，所以乔家决定在慧景身上赌一把。闻此，慧景缓缓起身，并给予了感谢。乔家主告诉他，这不是人情，而是计算做出的决定，所以请努力地活下来。慧景也没想到继承者之间的厮杀会如此冷酷无情，兄弟姐妹现在就剩下2人，但他也很庆幸自己活下来了。尽管这具身体被诅咒，但还是有人信任于他。现在的问题不单单只是躲避暗杀，因为在没有抓到慧晶之前，这件事情是不会结束的，并且他现在已经得到2个家族的支持，而他现在只有1个。此刻他正考虑要不要邀请苏家。紧接着慧景摸了摸头上的触角，赛兰似乎看出了他想做什么，随后便提醒他，这次你就不要想着剪掉自己的脚了。慧景点了点头，毕竟他每次剪完都会流很多的血，还是想想接下来该如何处理慧晶这个问题。就在这时，城堡外传回来的消息是城主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，按照进程预计明天就可以到达。随后侍卫便缓缓上前，因为侦察队还有一个重要的消息只能告诉慧景。就在男人靠近耳边时，却突然吐血身亡了。原来是赛兰和哥布林对男人发起了攻击，紧接着一把匕首便从男人的手里掉落。难道这家伙不是乔家的人吗？而乔家主却是神色慌张，因为他知道家族内部已经被渗透了。与此同时，外面传来激烈的打斗声，意识到情况不对的乔家主示意慧景赶紧离开这。看来慧晶已经下定决心，要在城主回来之前完成所有的事情。他本是蜥蜴人部落排名第2的战士，却被人类用长矛偷袭贯穿了身体，而这一切仅仅只是为了完成首领给他的任务，保护神选继承者。就在几人商量该如何找到慧君时，没想到他选择了主动出击，而乔家主只能示意慧景赶紧离开这里。随后只见赛兰打开了一条暗道，虽然他并不想走这条路，但此刻他们已然没得选择。尽管这条路的味道比较大，就在赛兰不知道该如何劝解他时，没想到慧景没有犹豫，而是选择自己跳进去。见此，赛兰也感到非常意外，但这种事情慧景似乎已经习惯，因为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掉进去了，当时他差点就死在里面，因为下面什么也看不见。就在他快要绝望的时候，忽然出现许多光球漂浮在四周，慧景也因此寻找到了方向。当慧景看清他们的身影时，没想到是一群会发光的虫子，而他猜想这些就是书上说的萤火虫，但赛兰否定了他的看法，因为萤火虫不会出现在这种地方，想必这是一种类似萤火虫的生物。与此同时，2人很快就来到了下水道的尽头，这条路通向苏家猎人小屋的地下室，只要从这里穿过去，就可以出到街道外围了。于是赛兰便先打算前往探查，临走时他嘱咐慧景，如果他一段时间没有赶回来，就马上往反方向跑去。而慧景心里非常感激赛兰，这一段时间多亏了他的谨慎，不然说不定他的坟头都开始长草了。就在这时，慧景突然听到打斗的声音，他随即就朝门口跑去。尽管刚才赛兰有提醒过他要往反方向逃跑，但他也不知为何自己要前往。紧接着他拿出了藏在怀里的匕首，不管如何也不能眼睁睁看着赛兰死去。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，月亮藏在云层后面，当慧景看清，却是一脸震惊。只见门口映射出一个蜥蜴人的身影，每个人都根据剑反射出的微弱光线挥动着剑。然而蜥蜴人在人类中更容易被发现，而站在人群身后骨瘦如柴的人正是慧君。那个蜥蜴人，你已经快要死了。但赛兰并没有打算屈服。见此，慧君也是感到不可思议，因为如果是普通人类，被长矛贯穿身体早已躺在地上。紧接着他便下令上前杀掉慧景。只见四周的士兵径直朝慧景袭去，可赛兰怎么会让他们轻易过去？就在几人想突破防线时，他一把抓住前面的长矛，尾巴狠狠朝身后的士兵甩去，随后一脚便将其踩在脚下。只听到骨骼碎裂的声音，士兵便躺在地上纹丝不动。然后他抓住刺穿胸膛的矛头，用尾巴缠住伸出来的其余部分，并从中间位置将其折断。你为什么会做出错误的选择？然而慧景也不知道，人类有时候明知道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，但他还是会选择，即使最终导致他们自己的毁灭。然而这不仅仅只是人类，蜥蜴人也亦是如此。克拉说过，在保护对象的同时不能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，然而他也没有做到。我想对你和我来说都是一样的。与此同时，士兵们见到蜥蜴人的厉害之后都不敢
敢贸然上前了。一旁的士兵对慧君说了什么，紧接着慧君便示意众人，谁要是将慧景和蜥蜴人杀死，他就奖励那个人一车丝绸。但士兵还是不敢上去，因为他们听说他是获得天选之人，想必他已经不能简单的称之为战士了。慧君则示意他们不用担心，因为他被长矛贯穿了身体，也没使用神法。如果他真的是，就没必要隐藏自己的实力了。就在这时，赛兰注意到一旁的墙体，它的盐晶体含量很高，那就说明里面可能是一条矿洞。紧接着他便提醒慧景，接下来他们要往左边的方向跑。而慧景似乎明白他想要做什么。就在士兵再次朝两人进攻时，赛兰将双手搭在肩上，随即用尽全力朝一旁的墙体撞去。而墙体的后面就如同他的推断那样，是一条盐矿通道。紧接着慧景也紧跟其后，这可把慧君几人看傻眼。该死的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把他们抓回来！回过神来的士兵便朝洞口追去。与此同时，赛兰的鲜血还在不停的滴落，而慧景示意他不用担心，因为他相信会逃出去的。哭了！在见到蜥蜴人快要死时，慧景再也抑制不住泪水。难道真的是因为他身上带有诅咒吗？就在两人逃到盐矿中时，慧景只能扶着赛兰一瘸一拐地向里面走去，但赛兰丝毫不想停歇，因为慧君很快就会追上来。片刻之后，慧景却是一脸紧张，因为他没想到这是一条死胡同。看着赛兰的鲜血还在不断的流出，慧景提议先处理他的伤口，但赛兰却拒绝了提议，因为将长矛拔出来，伤口会控制不住。就在他愣神之际，没想到慧景却是哭了起来。你是在为我而哭泣吗？慧景则是示意他不要介意，现在你都快要死了，说这些东西还有什么意义？赛兰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，他知道这是因为他失血过多，但他现在还能保持清醒。可慧景却控制不住自己，因为他不相信第二优秀的战士。赛兰知道慧景说的是自己的诅咒，会给身边的人带来不幸，但他从来不相信这些东西。随后他便轻声的安抚慧景，过去3周的我们遇到了多少危险，然而我们克服了这一切，活了下来。有一种东西叫做气运。为此慧景擦去了眼角的泪水。紧接着赛兰便询问他还记不记得两人第一次见面的地方。在拿丝绸之后，他注意到了一些特别的地方，因为车轴的地方有着明显的人为痕迹，而那辆车是在继承者争夺战之前，过去同样的事也非常可能。所以抛开继承权之争，赛兰推断有人一直想杀他。与此同时，慧景脑中有一道声音回响，而他却无法抗拒，似乎他一直在身边。就在这时，追兵的动静打断了两人。只见慧君不慌不慢地朝血迹的方向走去，因为他知道这些矿洞基本都是死胡同，所以他们跑不掉。很快他们就看到了尽头的两人。慧君没有犹豫，立即让士兵上前杀了他们。尽管赛兰的意识在慢慢模糊，但他从始至终没有打算放弃。也许就像慧景说的，会出现奇迹呢。就在士兵朝赛兰杀去时，一道蓝色的光芒闪烁在几人中间。见此，士兵纷纷停下了脚步，一瞬间他就将昏暗的洞穴点亮了。见此，慧君也是直接傻眼，这是什么鬼东西？片刻之后，一条发光的幽灵便出现在众人面前。慧景也是一愣，因为他听赛兰说过这个生物。而普兹朝着赛兰的方向缓缓开口：“你被选中了。”赛兰听到赛兰被选中，身后的人类感到非常害怕。慧君更是气得浑身发抖，没想到关键时刻掉链子。紧接着他便让士兵拿弓箭把他射下来。而赛兰也感到疑惑，因为他知道部落中有5个人被选中了，如果他成了第6个，那么是不是说明有人离开了？普兹沉默片刻：“是捕星手离去了，你是部落第2强的战士，所以你有资格成为天选之人。”话音刚落，一道强光从普兹身上迸发。从现在开始，赛兰也将可以使用雷电的能力。片刻之后，普兹便消失不见了。看到幽灵离去，慧君立即叫士兵动手。与此同时，赛兰用力地握着贯穿身体的长矛，随即一把将他从身体拔出。在雷电之力的加持下，他没有感到一丝疼痛，就连伤口也在快速愈合。只见一群士兵径直朝赛兰袭去，然而他们现在还没搞清楚状况。随后，只见赛兰缓缓抬起手掌，一股电火花在他的指尖发出滋滋滋的声音，而身旁的慧景早已捂住自己的耳朵。下一瞬，一道闪电将整个洞穴都点亮了。影子本是无法独立的个体，可女人的却拥有了自我的意识。原来这是隐藏在她体内的恶魔，在女人的生命受到威胁时，本应该贯穿她身体的弓箭却突然拐弯，只因影子拥有操控概率的能力。就在赛兰获得了雷电属性时，他果断地给这些士兵来上一击电疗。只见一股强大的电流将士兵的身体贯穿，瞬间让他们失去了战斗能力。而躲在身后的慧君侥幸地避开了攻击。片刻之后，最前面的士兵已经传来一股烧焦的味道。在见识到什么是天选之人后，尽管慧君心有不甘，但他还是立马就溜之大吉。一旁的慧景也被这股力量震惊，而他也非常好奇，黑林部落有这么强的力量，为什么不攻打猎狗部落？第一次使用这股力量的赛兰知道为什么，因为现在他感觉自己的精神有点疲倦，想必每个人不能无期限的使用它。这也许就是欧文隔一段时间就要吸烟的原因。慧景再次询问赛兰的身体要不要紧，他点了点头，我现在感觉好多了，再休息一下还可以继续战斗。片刻之后，当两人返回外面时，没想到还有人在洞口把守，但很快就被赛兰解决。在背后看着这一切的霸权再也坐不住，既然如此，那就怪不得他了。就在这时，赛兰和慧景却是一脸惊愕，因为他们没有想到一只剑齿虎突然出现在矿洞内。见此，赛兰下意识地将慧景护在身后，这种地方怎么会有剑齿虎？下一瞬，剑齿虎便对他发起了攻击，但获得了雷电的赛兰明显更强一些，不到1个回合他便败下阵来。而慧景知道这应该是慧君带进来的，想必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当两人再次回到地面，慧君已经将这里包围，他恶狠狠地抓紧拳头，好像这一切都是慧景的错，是你逼我的慧景，你觉得是谁挑起的这一切？是你把那只邪恶的蜥蜴拖进城堡的。继承者之争只能是兄弟之间的斗争，而你却借助外来的力量，你不怕人类被他们驱逐并被他们吞噬，所以你觉得这一切是我的错？慧君，你才是那个愚蠢的人。父亲为保
保护自动城付出了血汗和泪水，但这也意味着我们变得被动。世界无比的广阔，在北部海岸和整个大陆上还有许多其他的大部落，但父亲不想卷入其中，也不想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进行贸易，因为他担心每个部落的利益会相互冲突。但慧君不想再和他争辩什么。下一瞬，身后的士兵便对赛兰发起了偷袭，而赛兰只是一击拔刀斩，士兵就当场殒命。见此的慧君无可奈何。谁能想到濒临死亡的蜥蜴人会再次站起来？与此同时，慧君却是露出了一丝邪笑，随后便打开了手中的扇子。而慧景也察觉到了他的异常，他为什么会突然打开？这难道是传达某种信号？还没等慧景反应过来，躲在暗处的士兵已经把弓箭对准了他。忽然间，慧景听到了自己的心声：“你不会在你快被杀的时候叫我闭嘴吧？照这样下去，你可能会死。”尽管蜥蜴人已经做出了反应，但为时已晚。于是影子告诉慧景：“你可以试图想一个力挽狂澜的方法。”然而慧景也不知道，但如果现在刮起一阵风，影子笑了笑：“风，它总是会站在我们这边。”就在这时，天空中突然刮起一阵龙卷风，而快命中慧景的箭被他顺势改变了运动轨迹，这让慧君再次惊掉下巴。老天，你玩我是吧？就连赛兰也感到不可思议，不过也在意料之中，毕竟连他自己本人也不清楚这是诅咒还是契约。下一瞬，弓箭就落在慧景身前，这比你想的更复杂一些，因为我可以操控概率。隐藏在慧景身体的恶魔属性已被激活，星云和霸权的矛盾预言终于迎来了答案，而谁会成为最后的继承者？就在慧君用出最后的手段时，没想到慧景体内还隐藏着恶魔，而他拥有一种操控概率的能力。这一幕直接把霸权看傻眼，因为他一直以为慧景身上带有的是诅咒。但是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星云笑了笑，你觉得我疯到会选一个被诅咒的孩子吗？可霸权看到慧景的角色历史时，他绝对像是一个被诅咒的人。但当答案摆在他面前时，霸权沉默了，而他怀疑是星云修改了人物信息。闻此，星云否定了他的推断，因为在他们来到这里时，这个世界的设定就是这样。但霸权很好奇他是怎么看出来的，而星云一开始也不确定，甚至也认为慧景身上的是诅咒。他并没有因为概率很高就草率下结论。虽然他们发生的都是真实的事情，但是星云觉得他背后肯定隐藏着什么东西。事实证明，慧景的许多看似不幸的事件，其实都是针对他的暗杀企图。但每次在这种危险的时候，他都能化险为夷。而在他掉进茅厕时，星云创造了萤火虫来引导慧景逃跑。但星云知道，如果没有萤火虫，他也能活着出来。因为这时星云已经意识到慧景身上的不是诅咒，而是概率恶魔魔法。闻此，霸权才明白，看来我召唤剑齿虎的小心眼是对的。而现在游戏该结束了，因为自动城主慧玄已经回来了。于是他便示意慧景、慧君两人停手。原来霸权召唤剑齿虎也是为了拖延时间，这让星云很是疑惑。霸权知道慧玄回来之后肯定会选出继承者，而慧君应该是下一任城主，因为慧君的政治观点和他的一样。在选择继承人后，慧景也无能为力了。这不是杀死慧玄就能解决的事情，因为四大家族会默认城主选的继承者。星云摇摇头，你的假设本身就是错误，为什么慧玄会选择慧君作为继承人呢？紧接着慧玄便走到两人面前，因为他要正式宣布自动城的下一位继承者。而此刻慧玄看到慧景的脚长出来了，并且注意到他有很多话要说。慧景也注意到他把胡子刮掉了。与此同时，慧玄让他把心里的事情说出来。慧景一直以为这话从他嘴里说出来会很难听，你为什么一直想杀我？闻此，慧君也顿时愣住，而慧玄也没有否认，他很好奇慧景是什么时候知道的。原来他很早就发现了这件事情，只不过是自己不愿相信罢了。慧景紧紧地握着拳头，还有我头上的触角诅咒，也是你编造的谎言吧？片刻之后，慧玄缓缓开口，是因为你母亲丽，而丽是他唯一爱的妻子，但在生下慧景时却死去了，这对慧玄来说打击不小，所以他认为是带有触角的慧景身上的诅咒害死了他。但事实并非如此，当慧景知道真相后，心里好受了许多，因为他一直活在害死母亲的内疚中。与此同时，慧君慌张地说道，不能随意地做出选择，这是关于自动城命运的决定。而慧玄示意他放心，因为他会站在自动城城主的身份，而不是一个父亲。慧玄知道，他只不过是神明赛场上的一颗棋子。就在慧玄缓缓开口时，身后的霸权正不断祈祷，佛祖保佑，神仙保佑，耶稣上帝也来一次。星云笑了笑，烧香拜佛根本行不通。就在这时，星云注意到了什么，此刻慧景身体的恶魔也跑了出来，而他通过慧玄的嘴型推断出慧字后面一个字是景，所以你是下一任继承者。但他也注意到慧景看起来很担心，在慧景看来，被选为继承者未必是一件好事，因为从刚才的对话来看，所有人都会认为城主是减轻罪恶感的选择。如果这个故事在城中传播开来，城主想要杀死自己的孩子，于是出于内疚把位置让给他，慧君肯定会散布这样的谣言，而他的资格就会受到质疑。就算慧景是继承者，也是岌岌可危，所以他不应该成为被父亲指定的继承者，而是要靠自己坐上那个位置。蜥蜴人只是释放了一道闪电，就让人类士兵大惊失色，因为这是属于天选之人的标志，而他们的闪电正是神罚。在自动城主准备宣布下一任继承者时，慧景却打断了他，因为他知道如果是父亲主动给他，那么他这个位置迟早会被推翻，所以慧景现在改变主意了，这让慧玄感到非常疑惑。他不明白为什么。慧景知道，与其让父亲把继承者丢给自己，倒不如自己抢，不用顾及他父亲的身份，请把城堡主人的位置交给我。闻此，众人皆是一惊，慧君连忙在一旁煽风点火。
父亲这家伙在威胁你。然而慧玄却是默许了慧景的做法。我想知道你有没有勇气威胁我，但我手底下这些士兵你该如何应对？而慧景将手伸向一旁，他不是一个普通的蜥蜴人战士，而是一个天选之人。只见赛兰手上有一道雷电在不断环绕，见此的众人皆是惊出一身冷汗。虽然他不知道赛兰能不能把这里的人都杀了，但慧景知道他完全有能力解决自己的父亲，然后带着自己离开这里。而慧君提醒父亲，现在的蜥蜴人已经精疲力尽，可自己怎会不知道蜥蜴人的能力？毕竟亲自到黑林部落走了一趟，首领克拉克拉更是一个让他印象深刻的人，他的背后一定是神明在布局。紧接着慧玄再次提出了一个问题，如果在我死后自动城还没有继承人，你会怎么做？虽然慧景并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，但如果是真的，那么他将会寻求黑林部落的帮助，使用黑林部落战士的力量彻底清空城堡。当然有些人会以领主的权威进行反击，但他们怎么打败黑林蜥蜴人部落的战士？闻此慧玄陷入了沉思，可慧君不同意他的做法，所以这才是你的意图对吧？随后一道声音让众人再次安静下来，只见慧玄径直走到慧景身前，并郑重地宣布，我自动城的现任城主特此任命慧景为下一任继承者，此刻起立即生效。这让慧君直接瘫倒在地，一切都完了。画面一转来到几天后，自继承者继任结束后，自动城变得更加活跃，慧景的事情也在城中流传开来。与之前相比，现在其他种族的贸易有所增加，远道而来的商人也越来越多，城堡里的4大家族也很安静，看起来他们正在接受城堡新主人带来的改变。但慧君却不这么认为，一个和蜥蜴人勾结的家伙被认为是自动城的城主，他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，所以他打算偷偷的离开这里，等他再次回来一定会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。就在他准备离开之际，一道声音打断了他，原来是你这该死的家伙。而赛兰很好奇他收拾这么多行李要去哪里，但慧君只是回了一句不关他的事，一旁的赛兰也没有要阻拦他的意思。只见慧君骂骂咧咧的离开了。赛兰抬头看着星空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，我不能把你这样愚蠢的麻烦留在慧景身边，而我就是这么想的。随后赛兰拿起一根柴火朝着天空点了，城墙上看不到任何的身影，而哥布林杀手已经在上面等候多时。就在慧君离开自动城时，他便从上面给予了致命一击。在完成这一切后，哥布林便骑着马驶离了自动城。画面一转，尽管霸权带着铠甲，可还是看出了眼中的凶狠，但他看起来却是非常淡定，而他也承认了自己的失败。看起来你很自信。霸权挠了挠额头，如果你觉得我输了只会大喊大叫再来一次，那你就错了。星云笑了笑，看来是我错怪你了。一块小小的铁片竟影响了文明的发展进程，而他是否会加快蜥蜴人部落的铁器时代？就在霸权输掉比试之后，他优雅地转身离开了这里。于是他准备带领猎狗部落往西边走，穿过西部的大陆。由于预言失败而经历负面事件只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，但似乎他并没有太过在意这点损失，而他也很期待与星云的下次对决。星云知道他一边前进，一边从大陆上的居民那里窃取技术，他似乎对自己很自信。现在霸权离开了这里，这对星云来说将是一个扩大影响力的机会。西部的沿海地区还有南半岛，由于都是沿海地区，所以星云想到了上次从蛙人那里获得的内丹，因为条件限制的问题，他一直没机会使用，他应该可以派上用场了。而现在星云想先见见自动城的新主人。画面一转来到另一边，慧景在工作时不知为何迷迷糊糊就睡着了。与此同时，一只发着蓝色光芒的虫子落在他的手上，这让他很是疑惑。当他抬头看去，发现一个穿着长袍的神秘人出现在他面前。虽然慧景从来没有见过，但是他还是一眼就看出来了，这是蜥蜴人所说的蓝虫神。随后他便虔诚地朝着星云跪拜，我从蓝虫神的追随者那里得到了很多帮助。但星云并没有说什么，只见他手上的虫子缓缓飞起，然后变成了一块铁片。这让慧景感到很奇怪，因为这是他们交易时用的铁片。他不明白蓝虫神是什么意思。就在他询问的时候，身后突然出现一只手掌打断了他。没想到会是赛兰，但是赛兰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难道是一场梦吗？看着赛兰的身影渐渐模糊，慧景的凳子突然倒地，随后他就从梦中惊醒了。原来这是一场梦。画面一转变到了集市上，慧景摸着屁股走了出来。他知道那个梦是蓝虫神给他的启示，但他不知道和铁片有什么联系。神明的想法属实让人猜不透。而此刻一个巨魔正与蜥蜴人进行交易，巨魔人从没有见过这么好的丝绸，于是便和蜥蜴人套起了近乎。他们是从西方来的部落，距离这里的路途非常遥远。蜥蜴人商贩也热情地回应了他，毕竟他从来没有见过巨魔族的人。随后便询问他要不要买一些丝绸，而巨魔希望他能给一些优惠。只见巨魔就从包里拿出了一块铁片，但他不知道一块铁片能不能换取一张丝绸，因为这是一张品质极好的丝绸。就在蜥蜴人准备同意交易时，一道声音打断了他，紧接着慧景便来到两人面前阻止了这场交易。我想他应该先和我交易。看着慧景给他的眼神，蜥蜴人心领神会，慌慌张张点了点头，而巨魔人也没说什么，转身便离开了这里。随后慧景直接批评了蜥蜴人，如果你继续这样做生意，你会有更大的麻烦。第一点就是这些是上好的丝绸，不管对方是谁都不应该便宜的卖给他，因为你是一个商人。原来他和克拉克拉用牛车拉到这里成本并不算高，本来他也想卖高价，但因为这次有利可图，他便降低了价格。
紧接着慧景提醒他，黑林部落的产品是稀有货，成本降低了并不意味着就要降价。第二件事就是铁片的问题，这让蜥蜴人很是疑惑，难道有什么问题吗？慧景拿出了一个小天平，用它跟自动城平时的铁片对比就知道了。在蜥蜴人的注视中，巨魔人的铁片缓缓排起，就证明了他的铁片比一般的都轻。随后慧景便提醒他要注意真理。与此同时，一道声音打断了他：“你能比较一下这块铁片的重量吗？”没想到是克拉克拉。慧景笑了笑：“当然可以，毕竟自动城的秤很精准。”而慧景拿在手上就感觉这不是一般的铁片。随后克拉克拉告诉他，这是他们从远古遗迹中获得的，它的质量很好，但冶炼非常困难，所以蜥蜴人这边的铁匠们宣布放弃。也许自动城有办法将它冶炼成新的兵器。而慧景很快就想到了刚才的梦境，这就是神明给我的启示吗？一张平平无奇的设计蓝图，竟让蜥蜴人为之赞叹。而其中的设计是否会让人类文明插上一双加速的翅膀？时间回到早上，在拿到克拉克拉提供的铁片之后，经过一下午的锻造，铁片已经变成了他想要的模样。慧景看着眼前的枪头陷入了两难，因为他答应过克拉克拉会帮他制造兵器，而现在有一个重大的难题摆在他面前，那就是打造这种铁块需要的成本非常大。铁匠平时只需要锤击10下的工序，现在需要敲击30-40次，他也是费了半天时间才勉强锻炼出一个。慧景很疑惑，你为什么不休息一下呢？原来在打铁的同时需要保持金属的柔软度，如果中途休息就需要加入更多的木炭，这样会让成本大大提高。闻此慧景很是头疼，随后便示意铁匠下去休息。与此同时，赛兰也走了进来，他也看出了慧景是因为锻造的问题，也许你可以跟克拉克拉坦诚相待。当时慧景非常有信心，相信自己能做到，如果现在就说不行，克拉克拉会看不起他们的盟友的。而赛兰告诉慧景，克拉克拉是一个很宽容的人，因为他一开始也没抱太大希望。他回答的样子赛兰都已经想出来了，这让慧景顿时愣住，因为听起来挺伤自尊的。其实慧景已经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，只是他还是一张图纸。紧接着慧景便带赛兰去一个地方，随后两人来到一条密道中，而在这里赛兰见到了传说中的泥冰自动城的修复卫士，但他来这里的目的不是为了让赛兰看这个。伴随着慧景将大门推开，一个巨大的水车出现在两人面前，而赛兰也感到非常震撼，因为这还是他第一次见这种东西。慧景告诉他这是自动城的能量来源，之所以建在这里是担心敌人将它破坏，而水车靠水流才能产生源源不断的能量，就像一个不知道疲倦的工人。闻此赛兰明白了慧景的想法，你是想把这种力量运用在打铁上吗？慧景点了点头，所以他需要得到黑林部落的帮助，因为仅凭靠他们自动城是无法完成的。画面一转来到第二天，慧景将他的设计图纸拿了出来，而他的想法正是在不动第一个轮子的情况下，在下面增加3个新的轮子，但他不知道这个想法可不可行。卓尔负责黑林部落的技术板块，他对慧景的想法给予了肯定。经过他们对水流的探查，这个方法成功的概率很大，但这么大的工程需要很多财力以及物力，因为使用的木头需要足够的坚硬，而这一片地方没有森林，所以他们需要去很远的地方将水车建好并运回来。慧景让他不用担心钱的问题，因为自动城有足够的财力，而卓尔示意他不能把问题看得太简单，因为在投入资金的同时还需要考虑他的回报，如果达不到你想要的期望，就会削弱你在自动城的地位，这就是你需要承担的风险。回到房间的慧景思考了很久，随后他便问起了体内的恶魔，然而恶魔对此也无能为力，因为他不是预言之神。紧接着慧景把他的想法告诉了恶魔，第一个轮子是自动城的能量来源，而第二个轮子则是连接工匠的风箱，在有充足木炭的情况下可以让火焰一直燃烧，而第三个则是连接一个大铁锤，即使是人类无法敲击的铁块也能被它锤扁，第四个给魔石提供动力，可以让它碾碎更多的谷物。闻此恶魔也表示是一个不错的想法，但眼下的事情只能由他亲自完成才行。得到了大家的认可，慧景的信心更加坚定，所以下一步就是完成水车建造。新的玩家出现了，面对突然出现的视频通话，星云果断地选择了确定。随后一个打扮如同精灵的玩家出现在他面前，而精灵见面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星云所求贡品，因为他自称是精灵之神。时间回到1个月前，蜥蜴人和人类还在为水车的事情忙得焦头烂额，因为在建造的时候出了很多事情，水车掉下来还是常事，更惨的是买的零部件还被商家骗了，但这些都是小事，因为还出现了一件重大的工程事故，由于空间计算错误，导致第4个轮子在安装的时候空间不够，所以这也意味要把前面3个重新安装，这让慧景很是头疼，但他还是选择了重建。而几大家族表示3个水车就够了，如果我们那样做的话，要花2倍的时间以及更多的人力物力。慧景不同意他们的提议，因为这是蓝虫神的任务，他向神明起誓一定会完成4个水车的建造。你想唤起蓝虫神的愤怒吗？听到蓝虫神会愤怒，几大家族也不敢再多说什么。而星云在上面看着自动城发生的一切，虽然他没有要求慧景建造4个水车，但他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，只要慧景能给他带来信仰值就行，因为人类是一个不可控的群体，不像蜥蜴人那样绝对忠诚。虽然慧景以神明为借口延长了工期，自动
动城的其他有影响力的家族不太可能强烈反对他，因为随着建设的进行，他们将体验到各种各样的好处。自动城是以商业为生，而工人的短暂停留会给商业带来资源，商业区的扩张最终会带来利润。最后，经过许多曲折，失落的世界最先进的结构4轮水车在自动城成功运行，这一切的背后少不了黑林部落的帮助。伴随着水流的流动，一旁的大锤子也随之运作起来，而慧景也露出了满意的表情。随后他对神明表示抱歉，因为他借用了蓝虫神的名义，但他知道神明一定会理解的。与此同时，对话框提示星云，炼铁技术已达到2级，文明现在有了生产更高水平铁的技术基础，可以冶炼钢铁来制造更坚硬更耐用的铁器。第一种货币概念的建立完成，第一种书面语言已经建立，这项技能的发展速度比所有玩家的平均速度要快得多。星云自信地笑了笑，这不是很好吗？而这就是他选择人类作为第2个种族的原因。画面一转，来到第2天，2个精灵对城中发出的声音很是好奇。虽然他们听说自动城有水车，但他们没想到能在这么远的地方听到声音。就在这时，身后的蜥蜴人商贩叫住了他们，并向其介绍了黑林部落的丝绸，而精灵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好的丝绸，当即就决定买下来。紧接着他们拿出了精灵部落炼制的铁片，而蜥蜴人经过慧景的教训之后，拿出了天平衡量，随着铁片被砝码抬起，很明显这是缺斤少两。对此，蜥蜴人商贩果断地拒绝了交易，而这也让精灵很是生气。紧接着商贩告诉他们需要到自动城交易处兑换流通货币才行，却不料精灵当场诋毁他买的是破布料。蜥蜴人商贩当场就发飙，因为丝绸的成本极高，不仅要耗费大量的时间，还需要极高的工艺。面对这样的顾客，蜥蜴人当即就把他们赶走了，而慧景则是躲在一旁偷偷地看着。看来他已经成为一名合格的商人了。但精灵的出现他感到很疑惑，因为精灵很少出现在自动城中。为了一探究竟，慧景决定跟上去看看情况。经过1下午的跟踪，慧景却是被他们的行为看傻眼，因为这些家伙并没有去兑换流通货币，而是靠他们美丽的外表欺骗商贩，但很多都是新手商贩，比起做生意，这更像是找傻瓜。慧景意识到了这是一种全新的骗局，如果让这些人成功了，那么会导致自动城的利润降低，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。与此同时的另一边，星云的邮箱上突然就出现了一条信息，玩家艾尔达请求视频通话。这与霸权不一样，毕竟星云比较了解他的性格。星云不知道该不该同意，有必要谈一谈吗？因为关于北海岸地区，星云确实没有太多的信息。最后，星云还是选择了接受。很高兴见到你，人类，我是伟大的精灵之神艾尔达。这可把星云愣住，难道是角色扮演的玩家？艾尔达看起来像一个美丽的精灵，但由于他们像精灵一样雌雄同体的外表，很难确定他们的性别。但在创建化身时，性别并不是那么重要。星云对此并不在意，随后对他做出了礼貌的回应，而他也表示星云比霸权有礼貌多了。星云也没想到他居然认识霸权，但接下来的话让星云感到不可思议，因为就是他把霸权从北海岸赶走。这个 RP 玩家这么强的吗？对此，星云也好奇艾尔达找他有什么事，而艾尔达却是直接让星云给他贡品，这可把星云听得一愣，你这家伙不会是疯了吧？开战了，开战了！没想到这些精灵族的人徒有其表，第一时间就对星云发起了战争，而星云又该如何应对？时间回到几天前，在星云接了艾尔达的视频通话后，便马上把他拉入黑名单。谁能想到会有这么不要脸的玩家？还没开始交谈就索求贡品。虽然星云没有与他有过正面冲突，但以星云现在的实力，根本不需要惧怕任何玩家。精灵族一直驻扎的北部海岸，由于寒冷，因为气候问题很难通过昆虫进行侦查，所以他对精灵族了解的不是很多。但这个问题也是双向性的，并且星云猜到他不能控制鸟兽一类的东西，因为派精灵进入城中就是最好的证明。而星云也并没有要打算小看他，毕竟他刚才提到了打败霸权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星云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。让我们看看除了霸权之外的其他玩家在做什么。画面一转，只见慧景正自信地朝一旁赶去，因为他听说有精灵的使者求见，此人正是精灵族小队的队长莱纳。而慧景也大概猜到了他应该是为了今天精灵族的事情而来。见到自动城的主人莱纳，丝毫没有避讳，直接就开门见山地说出来意。但慧景并没有打算要理会他们的意思。见此，精灵便拿出了一个盒子递给慧景，紧接着慧景接过盒子查看，没想到是一颗闪闪发光的宝石，而这是精灵族在一处远古遗迹获得的。他们正是想用珍贵宝石让自动城对他们的生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这是一个不错的计划。而精灵以为慧景是一个贪财之人，可下一瞬他却是突然愣住，因为慧景直接就将宝石丢掉了。见此，莱纳收起了笑容，迅速拿起盒子，他打开盒子查看宝石，然后松了一口气。而慧景对他们的行贿很是怀疑，因为以前精灵族并没有从北岸下来，难道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吗？在没有了解情况之前，慧景选择了按兵不动。这时慧景想到了蓝虫神，现在是一个不错的营销时机。只见他自信地介绍起了他们制作的木偶，然而他们已经有了信仰的神明，那就是无影之神。画面一转，只见赛兰来到了慧景的办公室，并表示已经派人去给精灵族的人道歉了，因为上一次慧景要求他们改变信仰，还把他们的神明侮辱了一顿。此刻慧景只能无奈地叹了一口气，那些精灵除了长相之外感觉好不到哪里去。可钢铁赛兰却打断了他，你的长相值得一看吗？闻此慧景顿时愣住，随后他便连忙拉开话题，毕竟他们可是打算贿赂自动城的城主。与此同时，赛兰朝窗外看去，他猜到精灵族会在雨季之前来到这里，所以他们需要做好万全
全的准备。不过我们不打算欢迎他们。赛兰也在一旁附和，到时候我准备更多侮辱性的话，所以我们需要做好万全的准备。画面一转来到几天后，自动城的士兵在巡逻时，突然发现前方传来了异动，只见一支军队正快速的朝自动城移动，当视野逐渐清晰，跟他们料想的一样，是精灵族的人。他们正是收到了无影之神的信息，对自动城发起进攻。此刻他们领头哈士迪安正一脸得意，因为在他看来，一座用泥土堆出来的城堡，他随时就可以将自动城消灭，而他们神明就在天空之上看着。他也自信的觉得300人的小队足以接管自动城，因为经过他的观察，自动城虽然高，但是里面的士兵却只有150名左右，并且用的都是劣质的弓箭，与他们的弓相比，他们的弓可以击中80多步的距离。哈士迪安更是觉得自动城的城主马上就要给他跪下了。然而星云早已料到精灵玩家会发起进攻，那就让我们手底下见真章吧。文明冲突，你的部落正在与玩家对抗。当精灵之神看到突如其来的提示，让他顿时吓尿。他没想到人类和蜥蜴人竟然是一伙。就在精灵族首领幻想着生擒自动城城主时，一旁的守卫匆忙来报，因为此刻正有一支军队躲在山上。哈士迪安很是困惑，他命令他的战士们去查清这些人是谁。经过探查，得知了他们是自动城的战士。让哈士迪安不解的是，为什么他们在城堡外呢？如果他们知道我们要来，难道不应该安安静静的在城堡里等着吗？哈士迪安有些慌乱，但他们知道自己的战士数量超过了对手士兵，对手并没有带来所有的士兵，所以他觉得胜利的天平还是属于他们的。与此同时，身后的士兵注意到后方传来动静，他们的身后正有一支小队朝他们杀来。闻此，哈士迪安连忙回头看去，没想到是黑林部落的人。该死的，他们怎么会在这里？身后的艾尔达顿时愣住，他没想到蜥蜴人会帮助人类。当看到对话框提示，他才反应过来。文明冲突，两个不同的部落接触，部落的经验值正在上升。明明自己在跟一个玩家对抗，但为什么会出现两个种族？就在这时，星云收到了艾尔达的来信，只见他惊讶地询问星云，蜥蜴人部落是不是他的盟友？难道还有其他神明参与战争？看着喋喋不休的艾尔达，星云无奈地叹了一口气。在联系之前，能不能先看一下本地信息？随后他连忙查看本地列表，而上面只显示星云一名玩家，周围没有其他人，那就意味着一件事。尽管如此，艾尔达还是很困惑，你不是人类信奉的神明吗？而星云没有否认，你说的没错，但同时我也是蜥蜴人信奉的神明。闻此，艾尔达目瞪口呆，他没想到会有玩家拥有两个部落。尽管艾尔达感到惊讶，但底下的战争已经打响了。此刻的精灵族手忙脚乱，因为经过长途跋涉，他们根本抵御不了两个部落的围攻。他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抵御住黑林部落的突袭，然后杀出一条小路突围。可人类怎会给他机会？只见埋伏在山上的士兵对准了他们，随后无数弓箭如同雨点朝他们落下。精灵族的士兵一下子就被打得溃不成军。就在他们忙着躲避弓箭时，克拉已经率领骑兵团赶来。哈士迪安试图让队伍保持阵型，虽然有一些士兵重新拿起了长矛，但已经为时已晚。在最前面率领骑兵的是克拉，随后只见他伸手指着天空。健忘的精灵族还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，他们瞥了一眼克拉所指的地方，然后克拉把食指从天上拖到精灵长矛兵所在的地方，似乎一条白色的实线穿过了大气层，瞬间将一个区域点亮。克拉并不打算给他们喘气的机会，手持长矛让精灵血溅当场。对于训练有素的蜥蜴人来说，这些精灵就如同砧板上的肉，而哈士迪安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士兵丢下武器逃跑。尽管他想用无影之神的名义鼓舞士气，可士兵没有要理会他们的意思，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战斗的意志。紧接着普兹也浮现出一个虚影，在战场上不断盘旋，制造恐慌。第一波战斗很快就结束了，但克拉并没有打算要放过逃跑的精灵。看着自己的部落被单方面的虐杀，艾尔达很快就提出了投降。所以你这么快就想着要干预了吗？艾尔达没有办法，因为实力差距就摆在那里。随后他便让星云提出停战的条件。只见星云伸出手指，信息技术还有资源，这让艾尔达顿时愣住。这些东西不就是全部吗？艾尔达似乎在思考什么。在玩家之间的战斗中取得巨大胜利的情况下，即将失败的玩家有时会在接受一些条件和谄媚行为后继续玩游戏。在可能的条件中，技术和资源是最简单的条件。要技术意味着要艾尔达的精灵部落发现和开发的所有技术，至于资源，这基本上是艾尔达最初向星云要求的贡品。信息则更特殊一些，在失落的世界中，信息是指关于所有实体、区域、地图和实体能力的信息，这些信息都保存在玩家的信息标签中。给予某人信息意味着分享所有保存和不断更新的客观事实，包括周围物种和部落的位置、它们的数量和发展水平。更具体的说，是玩家独自发现的古代遗迹的位置，以及玩家所关注的实体的统计数据。虽然交出技术和资源意味着交出玩家迄今为止所积累的一切，但交出信息也意味着交出未来可以获得的所有信息。可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。只见艾尔达含着泪水向星云致敬：我艾尔达精灵之神被人类之神和蜥蜴之神的仁慈所征服，将给你献上你所需要的东西，请原谅我过去的傲慢。那么现在就让我告诉你关于北海岸的信息。曾经濒临死亡的蜥蜴人部落，如今却成长为一方霸主，只因我是他们唯一信奉的神明。只有获得他们信仰，我才能在这场神选竞争中获胜，否则等待我的结局只有死亡。在精灵之神被星云的仁慈折服后，他只能献上关于北海岸的所有情报，而星云也好奇那片区域有多少名玩家，想必不止他一个人。艾尔达点了点头，随后从他口中得知现在北海岸还有2名玩家，分别是索隆戈斯和林昌熙。虽然几人私下有交易，但还没有形成联盟的关系。索隆戈斯得到了半人马族的信仰，而星云似乎对这个种族也颇有了解。虽然整个种
种族都有骑兵的优势，但是很难增加人口，而且还要消耗大量的资源。如果让他们来跟自己的部落来一场较量，星云自己也会感到很烦恼。虽然蜥蜴人部落有自己的坐骑，但跟半人马的优势相比，显然会很吃亏。而林昌熙获得了魔人的信仰，因为他设法弥补了魔人种族智力低下的缺点，让他们的体型充分发挥了优势。据艾尔达所知，他似乎通过小区域的祝福成功的提高了他们的智力，这星云也是可以理解的，因为在之前他也给克拉降下祝福。与此同时，星云也好奇他们两人谁会更胜一筹，霸权是不是与他们进行战争。艾尔达表示这一切都没有发生，因为在北海岸每个人都占领了一片地区，而霸权又处于最南方。以星云对霸权的了解，他一定是想在南方发展自己的基地，最后就是遇到了自己。林昌熙是一个极其霸道的人，时不时的就向艾尔达索求贡品。说到这里，艾尔达的眼泪就情不自禁的落下，因为他很难满足那个家伙的要求。这就是为什么两人第一次见面时，艾尔达突然要星云献出贡品的原因。所以林昌熙对索隆戈斯的态度比你友好，这让艾尔达顿时一惊。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星云笑了笑，很简单，因为他的种族是半人马族，而精灵和魔人处于一个地区的种族，最后都会因为土地问题发起战争，并且星云肯定精灵族绝对是第一个被开刀的，所以他没有必要对你好。这让艾尔达顿时愣住，没想到自己已经沦落到这种地步。紧接着星云示意他不用太过担心，毕竟如果北方突然出现一个强国，对自己也极为不利，所以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互帮互助。闻此，艾尔达一下子泛起了泡泡茶壶。你真的愿意跟我合作吗？可是他的主力部队已经没有了，还能起到什么作用？而星云早已想到了一个计划，你不是获得了无影之神的技能吗？想必你肯定获得了艺术的紫玉名。这让艾尔达内心猛然一震，他没想到星云对自己了解的那么清楚。紧接着星云便示意艾尔达过来，并告诉他接下来该怎么做。当他得知后也是尤为震惊，这样真的可以吗？画面一转来到另一边，半人马的首领在风雪中看着脚下这片土地，因为精灵族的预言家看到了一个预言，在不久的将来这里会出现一个新的王，他会统治这里的一切，所有人都会臣服在他的脚下。人马族的首领很是好奇那个人会是谁，新国王是人人都要向他鞠躬的人，这让人马族首领感到十分滑稽。你说的国王不就是神明吗？预言家摇了摇头，神明不是这片大地上的人。首领随即大笑起来，那个人一定就是我。可预言家直接就否定了他的看法。你听说最近有很多关于黑灵部落的谣言吗？尽管他们非常强大，但是他们无法到达北部海岸，因为有一个强大的部落挡住了他们的去路。将要成为国王的是一个巨人，他比人马部落和精灵族的人更加聪明，这让首领十分生气。难道我也要封他为王？预言家非常肯定自己的看法，可下一瞬他却是血溅当场，因为他不认同这个预言，让他低头的只有一个人，那就是神明。然而这一切都是无影之神让他传达的。艾尔达很是疑惑，他不明白星云的用意是什么。星云看出了这个首领很是生气，并且他好像不太相信那个预言，但星云的目的已经达到，接下来我们就等着看好戏吧。蜥蜴人只是来到人马部落，就将他们的首领惊出了一身冷汗，只因他说的话与另外两个使者的意思恰恰相反。如果人马族染指国王的位置，那么他们的部落将会付出惨痛的代价。时间回到早上，塔马里杜再次从梦中惊醒，因为之前的精灵预言，这个噩梦反反复复的困扰了他很久。在他每次快到达山巅时，总有一块巨石砸中他的脚。他不知道国王的位置已经变成他心中的执念。在这片荒野上，有多少人会知道他的名字？难道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魔人成为新的国王吗？就在他陷入沉思时，身后的侍卫打断了他，因为有几名使者来访。塔马里杜没有犹豫，直接就让他们进来，他也想看看其他部落的想法。塔马里杜在帐篷内紧握着拳头，显得十分霸气。第一位使者是和之前的预言家一个种族，但和他的预言完全不一样，他完全不赞同之前的看法，相反说他塔马里杜有可能成为新的国王。第二个使者是来自南方的自动城，他们带来了很多贡品，并且也是赞同他会成为国王的观点。虽然这不是神明给他的启示，但他的内心却出现了动摇的痕迹。最后一名使者是蜥蜴人部落的人，他走进帐篷，自然地脱下头上的帽子。你好，我是来自蜥蜴人部落的欧文。塔马里杜不禁期待着这位自称欧文的陌生蜥蜴人要说些什么。你也是打算让我成为国王吗？听到国王这个词，欧文抬起头来，表现出很惊讶的样子。老实说，我不想让你成为国王。如果在1天前，塔马里杜被告知他不能当国王，他会非常愤怒。但现在在与前2位客人交谈后，他与其说是生气，倒不如说是慌乱。他很想知道答案。难道是我不够资格？欧文很自然地笑了笑。看来你得到了其他部落的认可。塔马里杜肯定了欧文的猜测，他刚才得到了精灵和人类的认可，那么黑灵部落的态度呢？而欧文很确定地表示首领会承认他。可塔马里杜却感到事情不对劲，因为他感觉欧文的话里有话。紧接着欧文再次提醒他不要抢那个位置，这仅仅是他自己的看法，跟黑灵部落无关。此刻塔马里杜很是不满欧文的看法，连人类和精灵都支持他，他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。而欧文也没有藏着掖着，既不是资质也不是能力，而是神明。闻此塔马里杜内心猛然一震，塔马里杜记得他已经忘记神明的信息，或者确切的说是他想要的信息。当然这仅仅只是欧文自己的推断，既然大陆种族的等级存在差异，那么神明的之间也亦是如此。你们的神明在魔人族的神明面前只能俯首称臣。听到这些话，塔马里杜眼里充满了愤怒，随后他拿起地上的斧头就朝欧
文的方向劈去，你这是在侮辱我们的神明。然而欧文没有想要躲避的意思，我说的只是神之间的等级制度，而不是部落之间的等级制度。你为什么生气？塔马里杜似乎随时准备攻击欧文，但很快就平静下来。你真的认为魔人的神明在我的神明之上吗？这时塔马里杜回想起了梦里的场景，每一次的结局都是被石头砸下去。紧接着他便询问欧文有没有解决的办法，而欧文则是缓缓起身。蜥蜴人部落的战士在必要的时候也会违背首领的命令，也许你的神明也会。临走时，欧文还不忘提醒他，如果是我，可能要做你神不愿意做的事。与欧文对话结束后，塔马里杜陷入了沉思，他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，为了自己的神，他愿意走神明不愿意走的路。与此同时的另一边，星云和艾尔达默默看着人马部落发生的一切。艾尔达没想到自己的领域还能这么使用，对其他种族进行干扰，即使他们被另外的玩家操控着。想必现在那个叫索隆戈斯的玩家要操碎心了。此刻艾尔达很是疑惑，难道种族之前的挑拨离间还能用在神明身上吗？星云用肯定的语气回道，为什么不可以？索隆戈斯也知道游牧民成长的局限性，如果他不做出行动，难道真的要等着林昌熙吞并他才做出反击吗？索隆戈斯肯定也是这么想的，不然他肯定会阻止人马族。很显然他不会。玩家之间的暗斗，同时也是部落与部落的对决。索隆戈斯第一次反抗林昌熙，人马部落和魔人部落究竟鹿死谁手？塔马里杜听闻欧文的话后，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违背神明的提示，因为他有一项神圣的任务要完成。而看着星云的操作，艾尔达很是不解。尽管他们能影响部落之间的联系，但玩家与玩家之间的是无法插足的。可星云却很自信地告诉没有什么是不可能，因为他已经猜到索隆戈斯的心思，想必他已经意识到游牧民增长的极限，他也在等那一刻的到来。将居民作为一种文明来发展是很难的，你是说当那一刻到来的时候，他会被林昌熙吃掉吗？星云用很确定的语气回答，那是必然的，我肯定索隆戈斯知道这件事，所以他很有可能不会主动阻止塔马里杜。事实也正如星云料想的一样，塔马里杜已经开始对魔人发动战争，而此刻的索隆戈斯正向林昌熙鞠躬道歉，但林昌熙并没有要责怪他，因为他们也没想到艾尔达会与其他玩家对抗他。可索隆戈斯并没有抬起头来，我也没有考虑到这一点，但林昌熙觉得应该道歉的是他自己，因为是他让索隆戈斯牵制住霸权，不然也不会发生这种事情。如果塔马里杜死了，你就会失去一位重要的大祭司。闻此，索隆戈斯却抬头大笑起来，随后只见他眼神变得犀利。我要道歉的是塔马里杜会杀死卡金，可林昌熙却是回头不屑一笑，是吗？我可不这样认为。索隆戈斯轻笑两声，随后喃喃道，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很快就来到了人马部落发动突袭的时候，塔马里杜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切，因为他没想到魔人会隐藏在山林之中。只见一群身高2米半、体重1吨的大块头出现在他们面前。面对突然出现的魔人，人马部落的人根本来不及反应，因为地上都是魔人派过来的哥布林。与此同时，魔人也抓住了战场上的时机，手里的大石锤狠狠地砸在人马部落的战士身上。在没有速度的优势面前，人马只能任由魔人宰割。这时塔马里杜才意识到哥布林是魔人的陷阱，看着自己的战士被单方面的猎杀，他很是生气，随即冲上前将前面的魔人律师函砍下来。在打了前面的2个魔人后，一个更高大的魔人出现在他面前。这2个人以前从未见过面，但他们的目光相遇的那一刻，他们认出了对方，没有必要谈话，两人互相冲了过去。他们徒手格斗，而塔马里杜的力量也很强，两人的兵器都被击飞出去。卡金最终掐住了塔马里杜的脖子，塔马里杜奋力挣脱卡金的抓手。塔马里杜的力量是58，在与任何人的力量较量中从未输过。卡金躲开了塔马里杜的手，骑到了塔马里杜的背上。塔马里杜跪了下来，因为卡金的重量压住了他。卡金没有用手，而是用手腕和前臂掐死了塔马里杜。当塔马里杜认为自己已经牢牢抓住时，卡金扭住了自己的胳膊，塔马里杜的脖子断了，倒在地上。干冷的北风吹过旷野，2个神明站在崎岖的土地上。你打算打败他吗？星云没有回答，只是盯着自己的系统窗口。艾尔达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局，还以为人马会对魔人造成不小的伤害。只见他在一旁绕着圈子，一边喃喃自语，可惜了，只是损失了一些哥布林，还有2个魔人战士。星云在系统信息上下滚动，仍然没有回复。艾尔达继续一边倒的谈话，蜥蜴人不是你的主力军吗？他们对寒冷的抵抗力相对较弱，所以如果他们在北方作战，他们就无法全力以赴。我知道人类军队已经得到了祝福来提高他们的身体能力，但他们的人数并不多。如果我的主力军还在的话，这时星云打断了他，因为他不需要精灵的主力军，而且蜥蜴人也不会攻打魔人。闻此，艾尔达也是一愣，他不明白星云是什么意思。这时星云突然询问他在之前失落的世界的排名，艾尔达斜视了一眼，虽然他很不情愿，但还是告诉了星云他在那款游戏的排名是第3400名。闻此，星云顿时 emo 了，这虽然不是太差，但也不是好的排名。星云以为他们是按游戏的排名选择候选人，难道是随机的吗？但是对于第1名和第2名同时入选，似乎是有意为之。此外，很奇怪的是，艾尔达的排名是3400位，而不是23400位，甚至是43400位，所以星云肯定还有其他的选择标准，但他也不知道是什么。这时星云好像当想起来似的问艾尔达，对了，你会继续配合我的，对吧？艾尔达听闻很是无语，随后在后面骂骂咧咧的，亏他刚才说了这么多，这家伙一句没听
听进去，但星云还是说了句谢谢。与此同时的另一边，林昌熙正分析着最近发生的事情，他注意到星云这个 ID， 如果他没猜错，那么这个就是游戏排行榜第1名的那个家伙。当时他还邀请了星云直播互动线下聚会，但都被星云拒绝了，因为星云只对游戏感兴趣。但最近他发现蜥蜴人在星云的控制下游牧，他觉得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，所以林昌熙认为蜥蜴人不会对他的游戏流程产生太大影响，而且他觉得自己的运气比星云好，因为他可以控制鸟类生物，而星云的蜥蜴人和昆虫都惧怕寒冷，魔人则完全忽略这些恶劣的条件，所以他只需要在冬天到来之前准备好充足的食物，就可以避免蜥蜴人的侵扰，并且自己以前还是排在第20名，我应该试着打败排名第1的选手了。很快冬天就到来了，可林昌熙感到很奇怪，蜥蜴人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忽然他发现了地图上的一些异常，精灵族的村庄突然冒起了滚滚浓烟，这让他很是疑惑。此刻他没有任何的头绪，难道你是在转移注意力吗？抽卡了，抽卡了！星云再次获得抽卡机会，并且获得了鸟类领域。蜥蜴人部落和人类再次获得加强。当林昌熙看到星云放火烧村时，他已经形成了孤立无援的结果。这正是星云用来对付魔人的方法——焦土战术，将对方可能占领的地区全部荒废，切断他们的资源。在失落的世界中，补给与真正的战争一样重要，所以同样的策略也适用于此。你可能也用过几次。艾尔达点了点头，但他从来没见过在比赛这么早的时候使用它。看着被火烧的村庄，艾尔达一直黑着脸，毕竟那可是他辛辛苦苦看着建起来的。不过他也没什么好担心的，因为在放火前，星云已经撤走了精灵族的人，所以你一开始就打算使用这个战术。星云给予了肯定。通常情况下，游戏的开始阶段是行不通的，但这一次所有的条件都满足了，因为对方在北海地区，所以很难补给粮食，而自动城的粮食也被我掌控。一旦开战，他们就会掠夺精灵部落的。现在他们就等着吃渣渣灰吧。艾尔达没有说话，只是默默地注视着星云，因为他看不透星云的计划，而且你也是我运气的一部分。这让艾尔达一下子泛起了泡泡茶火，他完全误解了星云的意思。此刻星云还在给艾尔达讲解着，由于精灵是一个定居的部落，他们一直在为魔人提供源源不断的食物，所以烧毁他们的村庄是非常有效的。但现在他们坚持不到下一个冬天，正如星云料想的一样，魔人没有吃的果断对哥布林 NPC 发起了攻击，饿疯了的魔人直接就将他们当成了口粮，这直接导致了卡金失去了对哥布林的控制，但他也无可奈何，因为他们过完冬天粮食就所剩无几了。饥饿难耐的魔人只能想办法逃离这里。卡金知道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，但他一直没得到神明的启示，所以他没有轻举妄动，只能等待神明的指令。看着因为饥饿战斗而死的魔人，林昌熙很是难受，而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魔人部落被逐渐瓦解，因为很多人不再对他信仰，这也导致了林昌熙的信仰值一直在下降。现在他必须做出决定。看着眼前的消息窗口，林昌熙犹豫了很久，但最后还是拨通了过去，因为他想找索隆哥斯借一点人手，而索隆也没有办法，因为去年的大战让他损失了几乎所有的战士，最后还被蜥蜴人部落收割了一波，现在只剩下老弱病残的了。与此同时，索隆哥斯也正好有事情与他商量，因为艾尔达向他发出了邀请，而他的背后正是星云。闻此，林昌熙顿时紧张起来，他想知道索隆的选择是什么，而索隆哥斯表示自己直接就拒绝了，但其实是他想了很久。闻此的林昌熙感动的一把鼻涕一把泪，现在他还能派出20名战士帮助林昌熙。随后两人便讨论着接下来的战斗。经过林昌熙的巡视，最后把战场定在了一片荒谷。两人推断星云的神性等级比他们的高，所以两人决定联合起来发动神性挑战。这一次他相信自己绝对不会输。很快卡金就带着所有的魔人对蜥蜴人发起了挑战，其中还有一些人马部落，但他们的战力参差不齐。蜥蜴人部落的巡查小队得知很快就赶了过来，看起来他们有50个人左右，领头的正是黑林部落的首领克拉克拉。林昌熙没有犹豫，果断地发动神性附体，将魔人的战斗力提升到最大。索隆哥斯也是如此，他们知道星云也会附体到蜥蜴人身上，这样他们就能趁机将星云杀死。面对两人的攻击，克拉克拉丝毫不慌，因为他知道神明一定会出现。下一瞬，克拉克拉感觉身体充满了力量，随即一跃而起躲避了攻击。在卡金的攻击结束后，人马则是继续发动横扫。克拉克拉跳离了鹦鹉螺来到魔人身上，还没等两人反应过来，克拉克拉纵身来到他们身前，手中似乎在凝聚什么力量。只见克拉克拉手中发出一阵白色的光芒，瞬间就将两人吞噬。忙完这一切后，星云拍了拍手，以为他们气势汹汹的跑过来会有多强，没想到是贴脸开大。与此同时，对话框提示玩家林昌熙、索隆哥斯沦为附庸玩家。当玩家失去血条时，就会出现这种情况。如果他们的等级低于1，他们就会成为附庸。在失落的世界中，成为附庸几乎意味着被消灭，玩家将其视为死亡，因为这可不像以前玩的游戏。看着自己的战利品，星云很是满意。在克拉克拉达到10级后，所需要的经验值更多了，现在终于来到了12级，并且还可以随机抽取失败玩家的卡牌。抽卡环节，星云直接就选择了确定，随后数张卡牌出现在他面前。当星云抽下2张，他也好奇会是什么。恭喜你获得鸟类领域与沼泽领域，虽然沼泽不怎么样，但是这个鸟类领域星云很是喜欢，所以他决定将乌鸦的祝福留给蜥蜴人，猫头鹰的祝福留给人类，而这些祝福效果将从他们的下一代开始。